我是个不懂历史的理科男，却穿越明末成为亡国皇帝朱由检，而我不懂政治，更不懂权谋，只想多吃几碗饭，摆烂度过余生。然而我一系列的摆烂行为，竟不知不觉拯救了大明，不仅让善于揣测人心的魏忠贤对我捉摸不透，就连我随手提拔的将领，也打得李自成和皇太极等怀疑人生，最后纷纷感慨道：这朱由检哪里是亡国之君，这分明是千古一帝啊！信王府内，我看着正中靶心的箭，脸上却没什么开心的表情，太无聊了。穿越到这明末以后，每天都只能射箭消遣。殿下，擦擦汗吧。信王竟是徐应元上前递给我一块毛巾。殿下，奴婢有个事想和您说一下，您听了以后莫要生气。我用棉帕擦擦脖子的汗水，有话就直说。徐应元这才说道：过几日就是魏公公的生日，您看咱们是不是也该送点礼物？我愣住，魏公公，魏忠贤。徐应元以为我生气了。殿下莫要动气，奴婢知道您和魏公公身份天上地下，但眼下许多王爷大臣都想着给魏公公送点什么，总归是些人情世故。我笑了一下，自己是皇帝亲弟，要跟一个家奴讲人情世故也罢，谁让人家是9000岁。想到这里，我点点头，送就送呗。殿下说的是，其实我也觉得，王爷您答应了。闻言，徐议员感到有些意外。别太贵重就好。给魏忠贤送，这是有什么政治影响？我本人是无所谓的。听到这话，徐应元松了口气，同时心中直呼不可思议。没想到我这次答应的那么痛快。以前魏忠贤的生日可送可不送，但今年不同。前几日皇上落水，魏忠贤不允许朝臣宗室太师，说什么陛下需要敬礼，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井。眼下大家都知道，皇上恐怕很快就要去见先帝，所有人更关心的是下一个皇帝是谁。天启皇帝没有儿子，但老朱家生不出儿子的皇帝多，如今我还在，完全可以走于中帝纪的路。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魏忠贤再强，也是因为有天启帝的宠幸。一旦换了人做龙帝，他下场如何就难说了。所以魏忠贤这次生日到处发帖，甚至敢要礼物，要到我这里，摆明就是想看看我的态度。徐应元早就跟魏忠贤勾结，刚刚特意考验我。虽然外界一直说我愚钝木讷，但贴身伺候多年下来，徐应元发现我其实挺聪明，而且明显不喜欢烟糖，更与魏忠贤不太亲近。而且近来魏忠贤的死对头东林党趁势复起，似乎有意贴近我这位未来新皇帝，为的就是在日后搞清算。魏忠贤心里更加不安，甚至起了干掉我，然后另立其他年纪小的新君的念头。从刚才的反应来看，徐应元觉得我还是适合当傀儡皇帝的。我擦擦汗，又问道：魏忠贤几时过生日啊？回殿下，再过5天，初3就是了。徐应元答道：那我能去吗？徐应元瞪大了眼睛：啊，王爷，您要亲自过去？不是。信王难道不怕魏忠贤有意害他吗？只身赴宴这么猛，不行吗？我当然不是想当什么猛士，就单纯无聊，想去看看古人怎么过生日的。闻言，徐应远拱手说道：殿下既然要去，奴婢想长公不会不给面子，待奴婢代为传达。我点点头，继续搭弓射箭消遣了。看到徐应元还站着，疑惑道：你怎么还不走？徐应元愣住：啊，殿下，您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该去找魏忠贤了吗？我反问道。刚刚徐应元答应帮我去找魏忠贤问，但一直处在原地，我觉得有点不正常。徐应元心中一惊，难道殿下知道我早就和长公私通？刚刚都是在暗示。想到这，他连忙开口说道：奴婢这就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婢女跑过来，说是王妃周玉凤求见我。我点头表示同意。王爷，周玉凤过来行礼后，焦急地问道：臣妾听说您要去魏忠贤的府上，万万不可！您要是去了，大明就完了。王妃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坐下仔细说。闻言，周玉凤急切道：王爷不答应，臣妾便不起来了。总之您不能去啊！我坐下拍拍旁边的位置说道：不就是去吃个饭？你搞得我好像是去鸿门宴一样。还有王妃，你不要跪了，弄得我坐下跟你说话都要低头，太累了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周玉凤起身坐到我旁边，哀求道：王爷，您何必要去给一个奴婢祝寿？这传出去，只怕朝臣们又要议论了。在他看来，魏忠贤狼子野心，万一我在寿宴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，到时候魏忠贤动手加害怎么办？天启皇帝病危，魏忠贤眼看就要完蛋，狗急跳墙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，但他不能明说，谁知道这王府里有没有东厂西做？王妃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过去就是看看，吃顿饭，没说给他祝寿。我想了想，继续说道：再说了，魏忠贤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随后我打了个哈欠，让周玉凤一起跟过来吃点东西。现在是申时处，也就是下午3点左右，对我来说离饭点还很早，但作为王爷、皇上亲弟弟，我吃一顿饭是很麻烦的。厨房要做菜不说，还要经过银针试毒，太监在试吃，等半个时辰，午时后那些饭菜才能端上来。而我就喜欢吃刚出锅的新鲜菜，虽然很不满，但想到自己现在身份不一般，万一真有人想下毒，于是就忍了。但这样一来，我便知道要通知厨房早点做饭。等了快1个时辰，菜端上来后，周玉凤的俏脸上露出了怒色。大胆奴婢，你们就给王爷吃这些。桌上就摆了2碗素米粥，还有几碟咸菜，肉菜基本没有。这一桌菜和朝鲜国宴差不多。见状我疑惑道：明明前2天也不是这样呀。负责上膳的太监小声说道：回王爷、王妃，这是老祖太太吩咐，说是今日宫中开支比较艰难，二是为了给皇上祈福，宫内外都吃点素。老祖太太就是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，在宫中权势和魏忠贤差不多，据说他们2个之间还有点奸情。一听是客氏安排的，周玉凤一下子没了气势，心里暗自抱怨：宫里开支大，还不是他和魏忠贤挥霍。他同时也明白过来，客氏的用意是在故意试探朱由检，如果朱由检连这个都能忍，将来坐上皇位后也更好控制。周玉凤立刻不安地看着我，担心我沉不住气说出什么来，引起客氏和魏忠贤的猜忌。谁知我竟然已经拿起筷子吃起来，而且还津津有味的样子，连一旁的太监婢女都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这种饭菜都能吃得那么开心，这真是老朱家的王爷。我觉得没什么，前几天那些什么鸡鹅煨汤、银丝贡面、八宝酿鸭等做法和前世差太多了，吃着不惯，眼前这些都是我穿越来吃过最有味道的一餐了。
不错。我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回味起来了，心情大好，又对旁边站着的那些太监婢女说道：“来，一起吃点吧。”太监婢女连连摆手：“奴婢岂敢。”我则是笑了笑：“搞这么多，我和王妃也吃不完，倒了不是浪费。坐下一起吃。”周玉凤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王爷这就算是为了演戏糊弄过关，也演得过头了吧？随即开口道：“王爷，您真不觉得不妥吗？这菜太糙了，臣妾让人再去买别的吧。”做都做出来了，吃呗。而且普通百姓可能连这个都吃不上呢，别浪费了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太监婢女都有些感，他们很多都是苦出身，这么接地气的话，还是从一个王爷口中说出来的。周玉凤也微微激动起来，王爷竟然如此体察民情，了解民生疾苦，真有几分圣君之姿。随后，他也拿起筷子和我一起吃起来。魏忠贤府内，王爷真的答应了，他怎么说的？徐应仁连忙说道：“回义父的话，王爷他很痛快的答应了，还让孩儿去准备礼物呢。”哦，真的。徐应元猛点头，千真万确，孩儿岂敢扯谎。这时，一个小太监跑过来，长公，王府那边的人来回话，王爷把祖奶奶给的饭菜都给吃了，一点不剩。魏忠贤听后摸着下巴道：“信王爷如此，看样子倒是不难对付。但咱家听说，最近很多东林逆党在想办法和王爷串联，这是不是他在故意示弱呢？”徐应元问道：“那义父是想如何做？”魏忠贤反手给了他一个巴掌：“狗东西，这是你该问的，滚！”随后，魏忠贤叫来自己最信任的义子锦衣卫徐显春。寿宴当天，你派人多盯着信王殿下，如果他神色有什么不对，立刻记下告诉咱家。寿宴当天，魏忠贤的府上格外热闹，朝廷里的阉党和清流官员都来，有上百号人。阉党的人过来，当然是为了拍马屁的；清流过来，则是不想来，却不敢不来。谁不来，就等于是跟9000岁过不去。当我出场时，现场一下子安静起来，纷纷向我行礼。王爷来了。魏忠贤笑眯眯地上前拱手道：“奴才问殿下好。”角落的几个清流官员看到魏忠贤见了我竟然不行跪拜，气得咬牙切齿，但又说不出什么来。如今的朱明，朝廷基本上都信魏了，他们能怎么办？我倒没什么感觉，注意力都放在了观察这个白面老者上。这就是魏忠贤，看着很普通啊，而且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胖很多。看来王老师演技还是不错，能够把大宦官的那种奸诈表现出来。魏忠贤本人看着反而有些慈祥，我观察后疑惑道：“魏公公，你等什么呢？不是要过生日吃饭吗？还站在这里干嘛？”轻飘飘一句话让魏忠贤心头一动，随后咽了一下口水：“奴婢该死，竟然忘了给王爷行礼。”话完便弯曲膝盖跪了下来，老老实实讲了个礼。他这一跪，其他官员也跟着一起拜了起来。见状，我是一脸问号，不是要开席吗？你们跪我做事？角落里的清流官员激动起来，不愧是信王殿下，轻松就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。简单一句话，就让魏忠贤乖乖行礼。王爷，请上座。魏忠贤指了指大堂中间的主位，但他想看看我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面子。不用了，今天你过寿，本王坐哪儿都行。我淡淡回应道，毕竟我就是来蹭饭的。闻言，魏忠贤满意的点点头。见状，隔壁吏部尚书周应秋捻着胡须，这小王爷还挺识时务的。身旁的太常寺卿曹清成则说道：“周大人，我看信王殿下没这么简单，刚刚义父跪了他，给足了他面子，这下算是有来有回。小小年纪知道见好就收，能屈能伸，旗帜不小啊。”周应秋想了想，点点头，有理。这么看来是我小看信王殿下了。啪！我忽然重重地打了魏忠贤后背一下，众人大吃一惊，一时间气氛凝固起来。谁敢这么对9000岁？活腻了！魏忠贤也吓一跳，在场的东厂探子赶紧上前2步，我伸出手捏着一只死苍蝇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看到你后面有东西，没忍住。魏公公很疼吗？魏忠贤很久没被人这么打过，心脏猛地跳动，咽了咽口水。没事，王爷请自便。他是对咱家不满，用这种方式来泄愤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魏忠贤也不能冲着我一个王爷发火，只能先忍着了。不知为何，我在魏忠贤旁边坐下后，他总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。王爷，要不还是您坐这儿。魏忠贤想了想，还是站起来。我刚要动筷子，这会儿只好放下。魏公公，不都说坐哪儿都一样吗？没事的。我越说没事，魏忠贤心里越不踏实，想到我有可能是未来新君，还有刚刚宠辱不惊的表现，明显不是个普通货色。最终我不胜其烦，只好把屁股挪到了主位上。这些人什么毛病？不让人好好吃饭吗？终于能吃东西以后，我脸上多了笑容，心想不愧是有名的大太监，吃的果然好，比自己强多。魏忠贤看到我只顾低头狂吃，心里又不屑起来，嘴角微微翘起。好，有爱好就好，哪怕是好吃，只要拴住这个王爷的胃，以后也方便自己继续当9000岁。我吃了一块江南石鱼后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魏公公，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啊，比本王强多了。”魏忠贤一听这话，心里又咯噔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他想说自己僭越吗？想到这，魏忠贤连忙陪笑道：“王爷说笑了，老奴怎么敢跟王爷比啊？我说真的，这几天宫里都只给本王吃咸菜和粟米粥，一回2回还行，多了真有点腻。”听到我这话，魏忠贤和一众阉党差点噎死。可是用咸菜考验我的事，大家都知道咋回事，但有些食不上秤，没有4两重，上了秤就1000斤都挡不住了。一个王爷，还是有可能当新皇帝的王爷，竟然天天吃咸菜，而魏忠贤一个奴婢大鱼大肉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？虽然阉党是只手遮天，但说到底都是玩政治的老手，而政治最重要的就是体面，搞了不体面的事，不让人知道就是体面，一旦被暴露出来就惨。我这么说，魏忠贤就必须表态了。他下意识的起身说：“王爷，这事是奴婢失职，奴婢一定会彻查此事，一定给王爷个交代。”看来自己果然小看了他，此子危险，但他为什么敢这么勇？难道说他有什么底牌？魏忠贤想了好久，也没想通我的底气何在。明明朝廷里都是自己的人嘛。突然魏忠贤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这些阉党役，莫非这些人担心自己失势，所以暗地里偷偷投靠了信王？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涌上心头。我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你怎么又站起来了？
快坐下。魏忠贤擦擦额头上的汗，是。简单几句话就把魏忠贤给拿捏住。在场官员不管是阉党的还是清流的，都感到不可思议。魏忠贤觉得不能这样下去，得尽快拿出自己厂公的威严，顺便再考验一下姓王的立场和态度。殿下，老奴想起一个事，正好问问您的看法。我夹了一块烤鸭肉问道：哦，什么事啊？老奴有个侄子，叫魏良栋，前阵子得圣上恩宠，封了安东侯。有些官员上奏弹劾老奴，说老奴是任人唯亲，滥赏滥封。老奴心中不安，想请教殿下如何是好。此话一出，角落里的清流官员就坐不住了。那些弹劾你的奏折都被淹了，官员也都死了，还问怎么办？他们开始担心，这摆明就又是一次考验，想看看我如何应对。要是我对此表现不满，恐怕魏忠贤就要把我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但我要是不表态也不合适，毕竟我是大明未来的希望，也是清流眼中的未来领袖。对他们这些文官来说，气节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沉默了一下，开口道：魏公公，你侄子我以前见过吗？魏忠贤愣住，答道：没有。我说道：那我也不好判断了，还是说封侯这事归我管？我是很认真的在问，心想这别是我的工作吧？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要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没做好，岂非是让魏忠贤抓住了什么把柄？魏忠贤一脸迷茫。此事与王爷无关。我松了口气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你问我干嘛？魏忠贤觉得我真是装糊涂的天才。就是想问问王爷对此事如何看。我摊开手，可我不认识你侄子，我总不能胡说吧？要不你把你侄子叫来我看看。作为一个老理工男，严谨是刻进骨髓里的。魏忠贤一阵无语，周围的人听到我这么说，心中暗自感叹，到底是王爷这应答的水平就是高啊！以退为进，任你挤出来，我只一路去。尤其是这傻乎乎的样子，如果不说我是个王爷，真以为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。魏忠贤此刻也有了种莫名的恐惧，他一辈子都在看人识人之人，偏偏眼前这个年轻王爷，他就是看不穿，看着好像缺心眼，但怎么又像在演戏？魏忠贤唯一能确定的是他的死对头东林党很看重我，评价还不低。东林党应该不会看上一个傻子，深不可测，实在是深不可测。整个寿宴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，我吃了手，甚至都想把魏忠贤的厨子给请回去。我注意到桌上还有只新上的烤鸭没怎么吃过，于是问道：魏公公，这个我带走行吗？作为一个纯过日子人，是真看不得浪费粮食的事。以前参加学术会议，我也会趁机打包一点回宿舍，跟师弟师妹分享。魏忠贤一愣，心想吃完还打包？我大明几时有这样勤俭的王爷？注意到宾客们异样的目光后，魏忠贤忽然回过神来，我这是在装穷，然后讽刺自己生活奢侈，传出去别人还要说自己欺负，让我吃自己寿宴的剩菜呢。好心机！角落里的清流官员脸上也露出了痛快的表情。魏忠贤有些不爽，果然，我还是帮那些人的。王爷这么说，真是折煞老奴了。老奴是皇上的奴婢，自然也是王爷的奴婢，奴婢所有都是王爷的。王爷想要什么，尽管拿去。我一听乐了，那你让你家厨师再重新做一次，我带只新鲜的回去吧。魏忠贤怀疑自己被侮辱了。我走后，徐显纯走了出来。义父，我刚刚一直在观察王爷，发现他没什么异样。废话，他一直低头吃东西，你能看出来就怪了。魏忠贤把刚刚积压下来的闷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。徐显纯连忙道：“义父息怒。”那义父觉得还要不要动手？魏忠贤叫自己注意我，摆明是起了杀心。这些年他们干掉的勋贵后妃不少了，多一个王爷也没啥。魏忠贤抬起脚踹了他一下，动你娘头，守你娘头，那可是王爷，皇上的亲弟弟。如今辽东有皇太极，西北还有蒙明君，朱由检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。可以的话，他也想政局稳定一点。而且天启皇帝很器重自己这个弟弟，万一快不行的时候，叫朱由检去一趟，他怎么交代？魏忠贤坏是坏，但他对天启皇帝是有基本感情的。只要我不是那种你和我只能活一个的态度，他也希望能处好关系。徐显纯摸了摸自己的屁股，问道：“那义父要不要派人再跟上去，看看朱由检跟什么人有接触？”魏忠贤瞪了他一眼，仿佛在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吓得徐显纯赶紧道：“孩儿明白了。”徐显纯这还真没白跟踪。我在回去的半路上，真有2个人拦下了我的车进。一人说道：“臣翰林院侍读温体仁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臣翰林院修撰周延儒。”2人共同说道：“求见王爷。”我疑惑啊，这2个谁啊？如果我熟悉历史，又稍微有点当明君的进取心，一定会想办法把这2个人弄死。温体仁和周延儒堪称明朝文官内斗的集大成者，几乎是明末政治腐败、党争误国、嘴强王者的典型体现。历史上他们2个人在后来都成为了崇祯朝的首辅，一个是奸相，一个是权相，坏的各有特色，而共同点是无能。我出于礼貌问了句：“2位大人有何事吗？”温体仁说道：“王爷，此处不方便，臣斗胆，可否许臣上车一谈？”我并不想答，毕竟我还想和王妃一起吃烤鸭。夜深了，本王还想早点休息。2位有事，可以明日早点来王府。周延儒急了：“莫非王爷无有远志，只想终日困于床榻？”我很想告诉他，是的，可我现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早晚要当皇帝，总要讲点体面。算了，话赶话到这儿，那就听他们说说吧。那好，你们就长话短说吧。我此时也有点好奇，早就听说明朝文官很有特色，那这些人要跟我聊点什么？王爷，您今晚的表现实在令臣目眩神迷。温体仁拱手道：“王爷如此圣君之姿，必能兴我大明江山。”我微微眯眼，心中感到不适。我不懂历史，但懂一点人情世故。温体仁这个样子，像极了以前在实验室里遇到的那些狂拍导师马屁，但总是拿不出实验成果，味道太对了。好在我客套2句后，周延儒开始直入主题：“殿下，如今天下纷乱，民不聊生，正是等待明主的时候。王爷今晚在魏忠贤面前游刃有余，谈笑风生，实在令臣等心生向往。兴我大明者，
必是殿下了。周颜如也在一旁附和。不错，王爷今日表现丝毫不输太祖与成祖皇帝，臣等佩服。我听得有些迷糊，忍不住问道：所以呢，你们想说什么？温体仁和周颜如愣了一下，随后还是温体仁开口说道：王爷，许多事臣等不便细说，但臣愿意跟殿下说一声。像臣这样期待明主的人不在少数，他日殿下若有成为天下人的一日，臣等愿效犬马之劳，定当竭力报之。我这下明白一点了，就是要我当皇帝以后给他们个机会。好家伙，求职面试对吧？不是，我哥在皇宫里还没死呢，你们这就急着跟我表忠心了？怎么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当皇帝？我怀疑自己是个假穿越者。那个，二位现在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呢？一问这个，温体仁和周颜如都尬住。温体仁答道：这个，臣目前是在翰林院里修书储才，因皇上早就停了讲学，臣又没别的职务，所以还未实际参政。周颜如回答也差不多。我皱眉，心想这两个人看着胡子都要到胸口了，怎么还没工作经验吗？又问了几句后，我明白了，明朝的翰林院是全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，能考入翰林院，上限是内阁首辅，下限也是地方大员，属于祖坟冒青烟的好事。但问题在于翰林每年都有，空缺出来的官位却少之又少，所以想从翰林院出来做官得靠等和熬。温体仁和周颜如就是还在熬的。我想，这不就跟前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样吗？导师和我说过，提高录取率不单单是为了选拔人才，还有就是让一部分人别去就业，降低失业率。温体仁说到这里有些伤感，说道：每年从翰林院里脱颖而出的，都是些依附阉党的小人，我等空有报国之心，却不知道如何施展。我听后问道：那如果让你们来施政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既然这两个人是来面试的，我也不妨也跟他们多聊聊。这个问题直接把温体仁和周颜如给弄哑火。他们今晚本来就是来跟我表个忠心，等来日我入主大内后谋个高官厚禄，可没想到我会出题啊。温体仁咽了咽口水，这个臣以为应当广施仁政，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任用贤能。我摆摆手，你说的这个也太宽泛了，一点实际内容都没有，来点具体的。我听说现在西北有很多农民造反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温体仁看了一眼周颜如，周颜如说道：王爷，依臣所见，那些逆贼不过是乌合之众，只要朝廷任用一员猛将，集合精兵剿灭，则大局可定。我想了想，这个回答也很一般，但起码靠谱。于是我进一步问道：猛将是谁？你懂用兵吗？周颜如哽住了。自错宋以来，读书人眼中的带兵之人，可都是些臭丘巴，他哪里知道谁能用兵吗？周颜如只好说道：臣是文官，不善兵法。我无语了，那你说个鸡？合着两个人都是纸上谈兵，没有一点真材实料啊！我前世和导师一起面试过研究生，要是有人敢这么泛泛而谈，我和导师肯定连简历都给他扔垃圾桶里。正好马车此时刚好到了王府，我说道。周颜如和温体仁互相看了看，只好灰溜溜的告辞拜别。下了马车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却不免纳闷，大明朝的文官都这样了，难怪最后亡了呢。不过我并不打算考虑太多，毕竟接下来还是慢慢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以后的事以后说。现在先回去吃烤鸭吧。等我进了王府，车夫立刻赶车到了一旁的小巷子。大人，车夫对眼前一位穿飞鱼服的男子单膝行礼。徐显纯缓缓上前，马车上灯笼的光芒照出他的轮廓，显得有些阴森。刚刚王爷和那两个混账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吗？徐显纯握紧手中的刀把，都听到了。王爷说，半个时辰后，魏忠贤已经知道了我和温体仁他们的谈话内容。魏忠贤笑出了声。更让他放心的是，我对前来投靠的温体仁等人并不热心。通过谈话内容，魏忠贤也相信我明白那两个人都什么水。这么看来，我虽然暂时不跟自己过于亲热，但也不会倒向那些酸腐文人。呵呵，一个皇帝不信任文官，那他不就得靠自己这个太监？徐显纯又说道：义父，温体仁他们说了您的坏话，孩儿马上派人收拾。魏忠贤摆摆手，这段时间就不要随便杀人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也管好手下的人吧。再说，王爷他大智若愚，今晚温体仁和他见了面，你后脚就杀人，他能不知道身边有内奸吗？徐显纯问道。那义父打算怎么办？魏忠贤说道。咱家想想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长公，长公，大事不妙，皇上他要不行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准备在床上多睡一会儿，可我发现压根做不到。一方面是我前世自高中以后就习惯了6点起床，这个生物钟一直到博士毕业都没改过，没想到穿越后一样如此。其次就是我还有点不习惯，床上有另一个人。周玉凤确实是个香香软软的美人，但我终究觉得床上躺两个人有点紧。我前世谈过恋爱，也曾经和对象深入交流过，只是周玉凤一个古代女子，很多喜欢的姿势施展不开，我又不是霸王硬上弓的性格，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别。今天我也早早睁开眼，结果就听到外面有人大叫起来，说宫里有旨意，让我必须立刻进宫。周玉凤也吓醒了，理了理自己的头发，说道：皇上突然召王爷入宫，难道是有变故？王爷一定要小心啊！他担心的是，以天启皇帝现在的状态，叫我入宫的多半是魏忠贤，那真就凶多吉少了。我倒没太多忧愁的，毕竟根据历史，我还有10好几年才被迫上吊，但我还是在周玉凤和婢女的伺候下，整理好仪容，擦了一下牙，又囫囵吞了2块点心，就迅速坐上马车前往紫禁城。前世的我也逛过故宫，看到眼前这气派的紫禁城时，我发现淡季40，旺季60的门票钱真是太实惠，还是新社会好啊！我甚至都在考虑，不是总说国库没钱吗？要是把一部分的紫禁城开放当景点，不行，都说封建社会君主权威最高，皇宫就是皇帝的家，如果家里能让人随便来玩，那还有个屁权威！我
再次明白自己是真的不适合做皇帝。算了算了，自己还是别瞎折腾。在太监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乾清宫。此时外面已经跪了满满一地的大臣，身着红蓝两种官服的都有，任谁看到这场面都知道是出大事。我感慨，果然古装剧怎么拍都不如现场这般质感吧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个无人机在天上俯拍一张全景，肯定一绝。想着其他事，我的步子走得相当慢，也相当稳。跪在地上的官员用余光扫了一眼，都忍不住感慨，这个时候还如此冷静。信王爷真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主气魄，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期待来。如今到场的基本都是阉党成员，包括内阁成员黄立基，他们同样是一大早收到消息，说是皇上召他们紧急入宫。这个阵仗大家都清楚，要变天了。场宫，信王殿下到了。小太监朝殿内轻声喊了句。很快，昨晚还跟我把酒言欢的魏忠贤走了出来。魏忠贤的脸色比昨晚难看很多，光滑无须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王爷，魏忠贤行礼后说道：“皇上召您进去，恐怕是有大事要嘱托，还请您有个准备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但我哪里有什么准备，只能是继续走一步看一步。魏忠贤的步子很轻，走到乾清宫后面的一处房间里，房间的采光不是太好，还特意拉上了帘子，只好在大白天也点着蜡烛。我凑近了才勉强看清床上躺着个青年男子，依靠前身的记忆，我知道这就是前身的亲哥哥，大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天启皇帝朱由校。可，朱由校扭过头来，摆了摆手。魏忠贤忍不住轻叹一声，又示意我快点过去。我上前来到床前蹲下，握住朱由校的手。皇兄，朱由校的脸色苍白如纸，看到我时笑了一下，我觉得他的手很冰，有些不安道：“皇兄要安心养病才好啊。”朱由校却只是看着我笑。我前世今生都没见过几个病入膏肓的人，咽了咽口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于是我小心问道：“皇兄有什么要嘱咐的？”朱由校侧着身子，力气越来越弱。无地聪颖，你还记得当年父皇驾崩时，你对为兄说的话吗？我愣住了，摇了摇头。朱由校用手摸着我的头。当时你问皇兄，我也可以当皇帝吗？我想心缓，不是吧？前身这么虎吗？朱由校勉强笑了笑。为兄当时和你说，我做几年时，当与汝做。此话一出，一直站着的魏忠贤连忙跪下。魏忠贤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皇上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朱由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做出一个拥抱的样子。武帝当为尧舜，大明是你的了。话完，朱由校的手瞬间脱力，整个人再无气息。我一下愣住，久久没有动作，耳边只有外面响起的嘈杂声和哭声。我就这样当皇帝了。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得空休息，守着朱由校的棺木，听一群人嚎丧般的大哭。我本人也得挤出几滴眼泪，否则的话显得太冷血也不好。这些哭丧的人中，我注意到的是自己的嫂子，现在的皇后张嫣。有一说一，明朝皇帝治国可能不太行，但选老婆的眼光是真不错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张嫣长得神似我前世的一个大学同学。这天哭丧的活动终于减少了一点，我抽空叫住了魏忠贤。魏大当，当了皇帝，叫魏忠贤的称呼也要改一改。大当是宦官头上的一种装饰，久而久之也变成了权力大的太监的代称。殿下有何吩咐？他心想着再有几天自己就该称呼我为陛下了，心里也更加紧张，难不成是要对自己有所试探？我问道。我过几天登基后，我嫂子怎么办？魏忠贤一愣，因为我不止一个嫂子啊，确定是问张皇后的事。魏忠贤说道：“自然是搬出坤宁宫，殿下的王妃为新皇后入主后宫。张皇后到时候安置何处，就看您的意思了。”我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能不能让她住得离朕近一点？”这个嘛，啊！魏忠贤张大了嘴巴。魏忠贤愣住。这个殿下，你想干嘛啊？以魏忠贤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，瞬间想到我对张皇后有了别的想法。他以为自己跟科室乱搞就已经很大胆，结果我想和自己嫂子，我看他这表情就知道事情难办了，于是我也不勉强。没事，当我没说吧。魏忠贤眼珠子一转，笑道：“殿下勿忧，此事虽然没有先例，但并非不能为之。奴婢愿为殿下效力。要是能为我搞定这事，他的地位就稳如老狗。”我想了想，如果真可以，那就试试吧。张皇后真的太像自己那个大学同学了，既然回不去，时不时看看也能解一下乡愁。魏忠贤兴奋的差点想小跑回去。来到后宫，魏忠贤直接找到了小太监们口中的老祖奶奶，天启皇帝的奶妈柯氏。什么？皇上，殿下看上张皇后了？柯氏皱眉，那张风韵犹存的脸上阴晴不定。这成何体统啊！咱大明朝开国以来也没有这么搞过呀，就是穆宗皇帝那么如饥似渴的，也没有这么玩过呀。他一直担心自己将来的归宿如何，新皇帝会不会把他赶走等等。新皇帝不是正经人，他的确放心不少，但问题是有点太不正经了。魏忠贤呵呵道：“怕什么？你我都能到一起。这大明朝还有什么体统？只要殿下高兴，咱们就是体统。到时候你安排一个宫殿，让殿下和他嫂子待得近一点，随他们腻歪去。只要我沉迷温柔乡，那朝政部还是要继续给他，内阁和外朝部还是他的人说了算。想到又能继续掌权，魏忠贤抱着柯氏又要亲热一番。柯氏一把推开他，依然摇头。话虽如此，但最多就是让皇后她留在后宫，住得近一点，可办不到。虽说后宫里的女人以后都是殿下的，可总不能让他嫂子住后宫吧？更何况我能同意。张皇后怎么说？魏忠贤疑惑道：“我说你怎么了？今天这么守规矩，之前你都敢给我和周王妃吃咸菜，现在前怕狼后怕虎的，一点不像你啊！”柯氏无语。你怎么想事情顾头不顾定啊？好日子过久了，一点脑子都没了。朱由检是未来的皇上，就是大明的天。他既然相中了张皇后，那张皇后之后岂不是更加不可阻挡？他不高兴了，跑去朱由检这边吹枕边风，还有咱俩的活动。魏忠贤这才意识到自己兴奋过头了，冷静下来后，魏忠贤也明白了，不对，这不对，老夫中计了。柯氏正拿起一杯茶准备喝下去，听到魏忠贤这么说，疑惑道：“怎么了？还有不妥？”魏忠贤脸色阴沉道：“你刚刚说张皇后如何？这女人对我可颇有怨言。过去因为她是皇后，我才没动她。我一直在想，
找机会收拾这贱蹄子呢。如今殿下又看中他，是不是在警告我别下手？好算计！魏忠贤不由得一阵后怕，朱由检如此年轻就有这般手段，将来还了得？客氏脸色刷白。你是说朱由检有意要把那贱人留在身边，就为了收集你我的罪状？魏忠贤点点头，不错。朱由检不像穆宗皇帝，喜欢在女人身上使劲，忽然说要张皇后离他近一点，这其中必有古怪。客氏立刻说道：“那就不能让他得逞了，我也想办法对付那个贱人去。”来不及了。魏忠贤苦恼地摇摇头：“我已经答应殿下，要是现在反了悔，岂非是此地无银300两？”客氏恼了，上去用手捏了魏忠贤一把，疼得他哎呦哎呦地乱叫。老娘还能指望你什么？客氏喝道：“要是新皇帝上来把老娘赶走了，你个老小子也不要想好。”魏忠贤揉了揉发紫的手臂：“姑奶奶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我一体，我能让你受委屈吗？过几天我就要第1次劝进了，到时候再看看吧。”客氏这才满意地喝了口茶，说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魏忠贤一时手痒，上前道：“有我在，姑奶奶你不用担心，不如我们现在好好滚。”入宫前，周玉凤还是一脸担心：“王爷，入宫后可什么都别吃啊。”周玉凤把几张大饼用油纸包好塞到我胸口，尤其是魏忠贤给你的东西。我摸着上有余温的大饼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你是说魏大当会害我？周玉凤没想到我会直接问出来，但她也只好点头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如今殿下您肩负祖宗江山，更是要格外小心。只要明天接受了劝进，正式登基，魏忠贤便不敢把你怎么办了。我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理工男，实在很烦这种仪式感极强的玩意儿，但偏偏我没得选。所谓劝进，就是常说的3辞3让。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，老朱家的人在登基前都要走这么一套流程。礼部的官员来跟我解释流程的时候，我的头都大了。按规矩，我要在劝进的前一天晚上入宫，住在乾清宫，第2天再去奉天门接受第1次劝进，第2次劝进在文华殿，第3次在乾清宫。整个过程本来长达5天，但是因为眼下情况特殊，所以特事特办，1天内搞定。在我听起来就是一句话：明天一整天都不能休息。我笑了笑，这就是穿越者的一个优势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出事的时候，只有我掌握信息差。我现在还不会死，还能活个几年呢。不过看到一个女孩子为自己如此担心，我还是挺享受的。于是我也有乐意让对方放心。没事的，等我回来，当了皇帝后，你就是皇后了。周玉凤听后连忙下跪行礼：“殿下，臣妾承受不起，臣妾德薄，如何能母仪天下？”我趁机用手摸了摸她的头，说你行，你就行。殿下，等我离开王府，周玉凤站在门口，久久不愿离开。她双手合十：“殿下，祖宗保佑，希望一切平安啊。”我坐在乾清宫里，发现皇帝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大，不过相比王府和自己前世的租房，确实不小。可问题是这里没有自来水，也没有网络，只要关上门就冷冷清清的，想睡一下吧。再看窗外，可以看到巡逻的锦衣卫和太监宫女们走来走去，看着这些影子，多少有些瘆人了。我把胸口的饼拿了出来，忽然想到周玉凤只给了我吃的，好像没有给喝的。房间里有酒水，可我觉得一个人吃喝总有点无聊了。我打开门，两边守着的锦衣卫连忙下跪：“殿下有何吩咐？”我问道：“你们饿吗？”“哦，你们都是北方人啊。”我和10来个锦衣卫围坐在桌子前，开始扯起了家常。这些锦衣卫一开始不敢，但我一个穿越者理解不了什么封建礼教和尊卑观念，硬是拉着他们坐下来，还一起分享了带来的大饼和酒水。一名百户小心答道：“回殿下，我们等都是从卫所转过来的。”卫所？百户一愣，这新皇帝连卫所都不知道吗？那岂不又是一个被文官和魏忠贤玩弄的鬼？一桌子的锦衣卫想着，看来大明确实是要完了。不过既然我问了，百户只好解释起卫所制。明太祖朱元璋设立军卫，部署在全国的军事要地，尤其是边疆地区，一卫有军队5600人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军户。军户有自己的田地，平日里屯田，战时去打仗，这样可以保证生产和军饷供给的需要。如今女真渐奴在北边兴起战事，北方的卫所大多都被打烂，特别是在萨尔沂之战后，大明滇军精锐被打烂，许多卫所的军户就被吸纳成了京城附近。我听后点点头。这么说来，你们都上过战场，是老兵了。百户苦笑道：“回殿下，的确如此。”我拿起酒壶给他倒了一杯。保家卫国，功臣啊，来走一个。我对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前世的子弟兵上，觉得当兵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，但这就吓坏了那个锦衣卫，其他人也都无力惶恐，连忙下跪道：“殿下折煞奴婢了。”我皱眉：“好好的老实跪什么？跟你们喝酒这么费劲，起来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只好答应下。我说道：“你们为了国家出生入死不容易，喝杯酒是应该的。”百户双手捧着酒杯：“殿下此言实在令奴婢愧不敢当。”想到大明军队在北方的拉胯战斗力，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觉得十分操蛋，哪怕立了功还好说，他们可都是一开战就恨不得马上跑的孬兵。实际上，现在的大明军队里有几个是真的有动力打仗的呢？我一个未来皇帝这么客气，多少让他们意外，也真的残酷。我又说道：“哎，守卫边疆的都是英雄，有你们负重前行，我们才能放心生活，不用谦虚。”百户手都抖了。英雄，他这辈子都没想到能获得这称号，其他人也都五味杂陈。咱们这个新主子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虽然知道这有收买人心的成分，但这演技也太逼真了点。众人一起喝了一杯，不过当然还是我先干为敬，其他人才敢喝下去。我又说道：“对了，你们来这里当差，卫所的田怎么办？”提到这个，众人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来。百户答道：“回殿下的话，自从贱奴占据辽东后，奴婢的家便没了，家人也做了俘虏。”我一听，顿感尴尬。啊，抱歉，殿下哪里的话？百户心惊肉跳，这不干您的事。我想想也是。之前本王也没干什么，这么说来，应该是皇兄他没当好这个皇帝啊。10几个锦衣卫赶紧又跪了下去，请殿下收回这话，奴婢不敢听啊。我挠挠脸，这些人都有什么毛病？起来吧，大家一起喝2杯酒而已。这么说来，大家的田都没有了，可惜
百户苦笑一声，殿下不用操心，那些田早就跟奴婢无关了。我疑惑道，为什么？百户脑子嗡嗡。实际上我先生还是那套理想化的理工男思维，一套系统既然运行，就会有序执行下去，就像化学公式和化合反应一样，1是1，2是2。但明朝的军户制度早在中期就已经快崩溃，因为4个字：土地兼并，各个军户上面有军官，军官和当地地主勾结，侵占士兵的屯田，让士兵成为他们的佃农。在正德时期，全国军户的屯田就已经成了军官们的私产，军队也成为军官个人的奴隶。百户说道，奴婢所在的广宁卫田地早就已经大多归了将军，后来为了筹措军饷，连荒田都被收入皇庄中。有田的那些，春天借一担粮食，到了秋天要还30，还不上就得卖田。我本能的愤怒起来，过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现场一片安静，我喝了一口闷酒，慢慢的也想清楚，钱是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多的是，更何况法制不健全的古代。不过想到这应该是明朝的弊病，自己也想不到解决办法，那就这样吧，自己别瞎折腾了。好了，事到如今，先喝酒吧。我苦笑道，各位吃苦了。百户们也要习惯了我这些没大没小的发言了，于是说道，殿下言重。我又问了句，对了，收入皇庄的话，那国库应该很多钱发军饷吧？你们都领到钱了吗？百户们都无语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明军满饷不可敌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人投降了建州女真？因为努尔哈赤真的给士兵发工资啊！我从他们的表情猜到了答案，于是说道，明白了。可钱呢？钱去哪了？话说，谁想出这个办法的？这下百户们是真不敢说话了。可，魏忠贤站在门口，面如死灰。魏公公、锦衣卫们连忙下楼，一个个抖得如筛子。魏忠贤冷冷道：“让你们保护殿下，你们竟然在这里喝酒，好快活！都下去领板子去吧。”我站起来，等等！我的突然一声断喝，让魏忠贤有些意外。殿下怎么了？我看了看这些锦衣卫，他们不过陪我喝点小酒，你怎么搞得他们好像犯错一样？怎么了？和我一起待着，是什么罪过吗？魏忠贤一怔，这个奴婢没有这个意思。我说道，那就没必要罚他们了，你去忙吧。魏忠贤尬住了，刚刚听说我在和值班的锦衣卫们喝酒时，他还说不可能，一来发现不仅在喝，而且聊的事情还都了不得，提议把军户田地并入皇庄，狂吃回扣的人不就是他吗？一时上头发了火，竟然忘了我的身份。殿下，您明日还要接受百官朝贺和登基大典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他们，我则说道，魏大当，我睡不着，找他们聊聊天，说说话就能睡着了，你就别管了。难道我连这个自由都没有？魏忠贤是彻底没话说了。是，他又瞪了一眼那些锦衣卫，你们几个别和殿下喝太多。这就是纯纯的警告，吓得那些锦衣卫都想马上写遗书准备后事。魏大当，我又说道，今后他们就给我当贴身护卫，要是少了一个人，我可是要找你的。我看魏忠贤刚刚说话的语气，就跟以前研究院里领导给人警告一模一样，阴阳怪气中还带着几分杀气。办公室政治也是政治，我看得出魏忠贤在想什么。魏忠贤听后咬着牙说道，奴婢明白了。他也不想再待下去，同时也知道这些个锦衣卫从这一刻开始已经成为了我的死忠。这进宫第一个晚上就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拢人心，这他妈是普通王爷，是什么都不懂的废柴。魏忠贤心里急得很，看样子这个新皇帝不好对付了啊。等魏忠贤走后，10来个锦衣卫对我一阵痛哭流涕，多谢殿下救命之恩，不是殿下的话，我等都要去诏狱了。殿下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我哭笑不得。你们没犯错，我能救当然会救，都起来，坐着说吧。我问刚刚那个百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臣陆文昭，今后愿为殿下鞍前马后。陆文昭大声说道。我说道，你是上过战场，真勇敢啊！我最多也就是在电视，不对，是听别人说过，想来那感觉很不好受吧？陆文昭听后面露悲伤之色。回殿下，战场上几万人如割草一样，一下就没了性命。其实大家都盼望殿下即位后重振朝纲。我听后脑袋都大，我只想摆烂当个日子人而已，改变历史，挽救国家命运，我是真的做不来啊。事到如今，先喝酒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一如既往的早起，前来服侍的宫女太监们知道我昨晚喝酒到深夜，结果还能起那么早，还有如此精神，都感到特别神奇。古代的酒酿造技术没有现代强，所以所谓烈酒中的酒精含量就那么回事。我以前是在酒桌上帮导师挡酒，昨晚的酒对我来说只是漱口级别，但对周围的人来说，这算一个了不起的事，因为千杯不醉，一般来说是武将标配。这位新皇帝能有如此海量，说不定将来会是个不输给太祖爷的马上皇帝。按照之前商量好的礼仪流程，我开始了我接受劝进的一天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得先完成一件事，那就是选择自己的年号。这没什么难，我很快就选定了礼部尚书孟少瑜送上来的崇祯作为新年号。孟少瑜看我选的那么干脆可续，皱眉问道：“殿下就不再想想别的吗？”他倒不是觉得崇祯这个词不好，只是怀疑是不是我受了魏忠贤的影响。若是连定年号这么大的事都被操控，眼前这位皇帝岂非又是一个傀儡？那大明不是真的要完了？我坚信自己的原则，不强行改变已知的历史。如果有不知道的，就按自己想法走。历史定的就是崇祯，我这么选肯定没错。我觉得这个就不错。我笑道：“崇祯，这不是挺吉利的吗？老百姓们肯定也能听得明白。”确实，相对于另外3个选项钱盛、兴福、贤家来说，崇祯听上去确实更顺口。这个带着谐音梗的解释让孟少瑜听后一愣，原来殿下的意思是希望全天下百姓跟着他一起重振天下。孟少瑜一下子了然了。殿下圣明啊！臣这就去草拟登基诏书。他甚至有些感动，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应该是值得的。孟少瑜悄悄看了一眼我身旁的魏忠贤，魏忠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眼神中多了几分杀机。我则不清楚这些，反倒是在想起是能结束今天的工作，然后早点把王妃接过来，顺便再去看看那个和自己大学同学长得很像的嫂子张皇后。选定年号后，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走程序了。经过一段长长的礼仪过场后，我也按照礼部教的进行了3次3让，终于算是正式登基，成为了大明朝的皇帝。此时已经是下午，太阳眼看都要下山了。就在我从新王殿下变成皇帝陛下，已经做麻木的我准备回去休息时，意外发生了。陛下，臣
右副都御史杨所修要弹劾兵部尚书崔成秀。一名穿着红袍的文官站了出来，眼神坚定，声音中气十足。在场的人屏住呼吸。刚刚和我见过面的孟少瑜，眼神中则充满了期待。魏忠贤率先开口道：“大胆！登基大典，岂容你放肆？纠仪官何在？把他给带走。”崔成秀是他手下的五虎贪事之一，弹劾崔成秀，摆明了就是冲着他来的。陛下，崔成秀身为兵部尚书，屡次贪污军饷，导致前线粮饷不济。他本人贪权弄私，实乃十恶不赦之国贼。场面顿时开始升温。端坐龙椅上的我，此时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：谁是崔成秀？被弹劾的崔成秀也主动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实在冤枉。杨所修所言都是污蔑，国库里没有钱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怎么能说是臣贪污了？魏公公可以作证，下官一心为国，绝无私心呐。魏忠贤还要说话，但杨所修又说道：“魏公公，难道你还要替陛下做决定吗？”这个还字用的就太毒了，摆明就是告诉所有人，尤其我魏忠贤玩弄朝政，还意图控制皇帝。但此时我才搞懂了第一个问题，哦，原来这个是崔成秀，贪污军饷，这罪名不小啊！我下意识的觉得麻烦，毕竟出了问题就要解决。可现在我是领导，还是国家最大的领导，必须得说些什么。问题在于说什么呢？我前世见过最大的领导就是自己的大学校长。我这边在思索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等我表态。皇帝的沉默震耳欲聋，很多本来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。清流官员们看到我这样，心中大为振奋，士气也更加旺，因为他们的预期是登基大典弹劾阉党这样的大场面，我或许会迷茫和紧张，甚至是害怕。毕竟这次弹劾明显就是奔着魏忠贤来的。但新皇帝对魏忠贤到底是什么态度，他们心里还不清楚。现在看来，我遇到大事儿面如平湖，明君之相啊！魏忠贤和阉党等人则有些不安了，因为我没有认可杨所修的话，但也没有否认，这就难说了。陛下，魏忠贤想要说什么，却发现我正如老僧入定般盯着崔成秀和杨所修两个人，一下子弄得他把想说的话都给塞了回去。我想起了昨晚陆文昭跟我说的那些事，那军饷不够肯定是事实了。杨所修，我朕有话要问你。我终于开口了。杨所修心里咯噔一下，为何皇上不先问崔成秀的罪，反而先找我？莫非皇上要对我发难？清流们有些失望，以为新皇上和先皇一样。谁知我问道：“谁主张谁举证？你说崔成秀贪污，可有证据呢？”杨所修一听，顿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要证据啊！谁主张谁举证，这话还真有道理。这皇帝骑马虎虎，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就崔成秀和兵部那笔烂账，难道经得住查吗？当然有。崔成秀虚报预算，给边军的军饷本来是80万两，但实际上却只给了30万两不到。这30万两到了地方后，又被他提拔的将领们分走，最后落到士兵手上的寥寥无几。臣请陛下彻查，若有虚言，臣愿以死谢罪。崔成秀慌了，连忙下跪道：“陛下，臣确实冤枉，臣做的预算从来没有拿到足额的钱啊，实在无能为力。至于钱到了地方被怎么瓜分，臣也不清楚。”户部尚书毕自言站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陛下，户部太仓库拨给兵部的预算确实有不足，但这并非是有意克扣，而是另外有人中途拿掉一部分，以至于太仓库早就亏空，入不敷出。若是崔大人非要说是户部的错，那臣请陛下再往下彻查，臣愿辞了这户部尚书的官职，听候发落。”魏忠贤狠狠地瞪了崔成秀一眼，本来问题集中在兵部上的话，他还可以想办法说两句好话敷衍一下，结果现在崔成秀把火烧得到处都是，弄得事情就不好收场。我依然是面无表情，我也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来，怎么又扯到户部了？我此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，毕竟我真不知道这段历史原来是如何发展的。这种涉及国家大事的问题，要是弄得和原来历史不一样，会不会引发蝴蝶效应，改变很多事啊？偏偏这么多人等着我表态。我想到了前世导师教我的话，当时我开始带师弟师妹，还有点紧张。导师跟我说了个管人的秘诀：少说话，少说话代表少犯错，别人也猜不到我心里想什么。所谓贵人语化迟，我咳嗽一声，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众人一愣，有道理？这算什么回答？但很快，阉党和清流的人都明白了过来。我的意思是承认军饷被贪污确有其事，但也不打算以雷霆手段对付阉党，不然我也不会承认。崔成秀的辩解同样有道理。皇帝这是在暗示，在场的大臣都没错，有错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魏忠贤。杨所修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新帝果然比先帝要强很多，一下子让大家的火力都集中到了魏忠贤身上。明君啊，我也不管他们怎么理解，反正接下来是一句话不说了。崔成秀此时惊魂未定，看到皇上对没有责备的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陛下明鉴，臣想一定是兵部底下的人没有好好办事，这才导致军饷出现亏空。臣回去好好彻查，一定给陛下一个交代。”杨所修不甘心，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流失，而且自己在这里当众弹劾阉党，那回去肯定也是九死一生，不如在这里跟他们包。陛下，臣请立刻查办崔成秀及其背后之人，否则我大明亡国之期不远。清流们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杨所修，心想将来要是能扳倒阉党，他一定得记个头功。真是不成体统！来人啊，把他抓起来，审一审，是谁叫他在皇上面前说这些混账话的？眼看东厂的番子和锦衣卫要上来拿人，我则说道：“慢着！”东厂和锦衣卫的人连忙停下，退到两边。我又说道：“今天就不要抓人什么的了，事情又没查清楚，万一冤枉了人怎么办？”我虽然只想混日子，但不代表我傻到一点主动性都没有。刚刚明明就是魏忠贤要害人，不管害什么人，反正我不能让魏忠贤表现得比自己更像当家做主的人。我才是皇帝，我才是主角啊！一个太监比皇帝强势，那这不耽误我接下来摸鱼躺平吗？我历史了解的不多，但知道赵高和胡亥、光绪和慈禧身边那个李莲英的事，被太监控制的皇帝，貌似过得都不算好。所以不管杨所修说的对不对，我都不能让魏忠贤得逞。魏忠贤是彻底急了。陛下，杨所修
妖言乱政，不能纵容啊！他索性跪下问道：“难道陛下不信任奴婢吗？”魏忠贤决定给我上强度，我背后有的是人，你有本事就掀桌子，看到时候谁才是撑着大明江山的人。现场气氛一下子凝固。面对魏忠贤的施压，我轻叹一气，问道：“魏大当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到底你大还是朕大？”魏忠贤一听我这么问，立刻下晌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我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。魏忠贤只好答道：“自然是陛下更大，奴婢怎么敢和陛下比呢？”我点点头，知道就好。所以我说不要抓谁就不要抓谁，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魏忠贤没办法，只好叩头道：“奴婢明白了。”我看了看杨所修和毕自言，说道：“你们二位晚点来找我，我有话要问。”作为一个工科生，基本的求知欲还是有。我想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，毕竟问题已经出现，不解决不行。哪怕因为能力不够解决不了，我也觉得有必要了解多一点。想上班摸鱼，前提是得能好好上班，起码了解一下工作内容。毕自言和杨所修受到莫大鼓励，大声说道：“臣遵旨。”群臣随后山呼万岁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我坐在龙椅上，心中轻叹一声。我仰头看着远处的天空，既然当了皇帝，也只能被迫营业，担负这一国的是未来，就当找了个班上吧，能干的干，不能干的不强求。先这样吧。登基大典结束以后，魏忠贤气呼呼的找到柯氏，上当啊，咱家真的上当了。魏忠贤气得不行，猛地跺脚，这个姓王压根就不能信。柯氏问了一下事情经过，随后冷冷说道：“哥，你这样不是自找的吗？当初我就说了，在宫外随便找个野种，说是先皇的儿子不就好了？”我的姑奶奶，我当时也想过，可先皇那个身子骨，谁相信他能生出儿子？到时候万一各地带兵的军头进城，你说我能挡得住吗？那你说眼下该怎么办是好？不用慌，皇上他眼下还不像要对咱家动刀子的样子。再说了，朝中上上下下都是咱家的人，没了咱家，他怎么跟那般文官斗？忽然，柯氏又说道：“有了，要不要安排几个美女给他？还有，皇上他不是喜欢张皇后吗？想个办法把张皇后送到他床上去，到时候咱们用这个秘密能吃他一辈子。”这个愚蠢又龌龊主意被提出后，魏忠贤竟然拍手道：“好办法！可张皇后能愿意吗？”柯氏冷笑道：“你当老娘在后宫这么多年是干嘛的？你先送几个美女过去，用迷魂丹让陛下起了性子，到时候我再把张皇后弄倒，干柴烈火的，我不信陛下忍得住。”魏忠贤拍手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实际上，魏忠贤不应该轻易离开我身边的，因为他一走，我就和毕自言还有杨所修他们聊了起来，而且聊了很多。原来这么严重了吗？我听了毕自言和杨所修的陈奏后，心里忍不住感慨起来。我本来想查查崔成秀的事，于是本着工科生的严谨，打算系统地了解一下发军饷的流程，还有国库内的情况，再看看崔成秀从哪里找了漏洞来搞钱。结果我发现这事儿没有一点难，因为大明哪都是漏洞，都他妈成筛子了。大明财政体制的僵化，是我一个现代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。农业税是大头，但由于粮食减产，各级官员的盘剥能够收上来的税是越来越少。在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后，所有的税收都以负一折银固定下来，形成新更复杂的定额。无论旱涝都要收那么多的钱，就给了底层官员贪腐压榨百姓的空间。再搭配上考惩法这个以税收为硬性指标的官员考核办法，就更加让各级官员放开手去捞钱，搞得地方经济是一团糟。万历时，也就是我的爷爷20多年不上朝，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无人任命，导致许多地方岗位被当地的地主士绅乃至是流氓土匪占据。指望这些人有什么以民为本的道德操守，那真是不如去庙里烧香拜佛。经过几十年的乱局，到我手上的只有一笔烂账，我不得不佩服老百姓的韧性。都这个情况下还能活下来，真不容易啊！像我这种长在红旗下，被红旗养大的巨婴，可真的吃不了这种苛政猛于虎斗。所以户部真没足够的钱。我向毕自言问道：“军队欠饷的问题也解决不了？”毕自言下跪道：“臣无能，请陛下治罪。”杨所修也马上跪下：“不要跪了，坐下说话。既然户部没钱，那确实也不能怪崔成秀，他那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也是实话。”杨所修一听，立刻说道：“陛下此言差矣，哪怕户部拨款不足，崔成秀也该一分一厘不差地送到军队手中，军中将领也该秉公执法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贪墨。我大明的风气就是被他们这种人一点点给贪没了。”我听后摇了摇头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完全没有贪污的世界是乌托邦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。”毕自言与杨所修面面相觑，心想什么是乌托邦和生产力？我没空解答他们的疑惑，而是开始了自己的思考。我本来以为大明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我只要当个无情的盖章机器混日子就好。就好比我以为大明是个癌症晚期患者，只要自己做好本职工作，按时打卡照顾一下，也能好好的苟10几年。结果大明不是身上长了的癌，而是癌上长了个人，情况糟糕成这样，我不相信手下这些人乱搞能搞好。我怀疑自己不做点啥，第2天病人嗝屁了都有可能。制度漏洞我改不了，也没能力改，那我想办法挤出一点钱来总可以吧？我又问道：“地方上也挤不出钱吗？”我听过一句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，我想要继续当这个皇帝，得靠有人帮我去打仗。毕自言摇了摇头：“地方上的财政有一部分要供给地方上的藩王，能挤出来的部分不多。”我皱眉问出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：“给地方上的藩王，为什么要给他们？”听到我的问题，杨所修和毕自言一脸茫然，怀疑我是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，在各地分封藩王，然后用地方财政进行供养。这可是我祖宗朱元璋定下的规矩，就算别人能忘，我也不能忘啊！但我问了他们也不能不答，只好开始解释起来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我在听了明朝分封藩王的制度是怎么回事后，惊讶于这不是养了一群寄生虫吗？仔细想了想，我又认真的问道：“给这些藩王的钱不能停一下吗？或者让他们出点钱呢？”杨所修都要吓死了。陛下，这有违祖制啊！当年建文帝就是因为削藩，所以引起天下大乱，臣恐怕会让局势更乱，万万不可啊！我疑惑道：“可这样
从哪里还能再搞到钱呢？我不理解，难道历史上的我就没找宗室藩王要过钱吗？杨所修不说话，毕自言又说道：陛下，依臣所见，只有再苦一苦百姓了，不如再加税吧。我听后皱眉，不是，这些藩王不是我的亲戚吗？所以真有困难，国家有困难，他们不出钱帮忙，那国家养他们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彻底让杨所修和毕自言哑火。是啊，这天下是老朱家的，如果老朱家的人都不上心，其他人怎么可能会愿意出手？毕自言其实也早就对藩王的钱有想法，如果这些各地的藩王愿意少吃一口，各地财政都能富裕不少。毕自言一咬牙说道：陛下，臣有一计，不如先从几个藩王开始，减少给他们的岁钞。卢米开始，臣估计能弄出200万两的进项，虽然会引起一些非议，但臣愿为陛下分忧。我觉得这200万两肯定不算少，于是点点头。那就这样办吧。不过砍掉他们的待遇，藩王们就不会抗议吗？以前实验室经费被砍，我可是听过导师各种方式的吐槽，给藩王的钱少，恐怕被骂娘也是免不了。毕自言苦笑道：自然是免不了的，恐怕到时还有御史言官要弹劾臣氏奸臣，蛊惑陛下什么的。但在其位谋其政，臣为解君忧，敢辞其劳。我皱眉，这怎么行？苦事你干，骂名还你担，我过意不去。这样吧，你就以我的名义扣他们的钱，天下成了这个样子，他们不出血怎么行？难道只有我头疼？毕自言瞪大了眼睛，陛下，这臣为君分忧是天职，岂敢玷污圣明？他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自古以来，多少皇帝都是脏事交给臣子，美名自己来收，以至于都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。不愿意为皇上背锅的官员不是好官，而且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替皇帝背黑锅的，这已经成为一种荣誉了。结果我不仅不同意，还要主动为臣子背锅，这真是老朱家的主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准备起身回去吃点东西。杨所修连忙问道：陛下，那崔成秀的事呢？哦。今天开会是为了崔成秀，我想了想，杨所修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团结，不如等等看再说。有些不利团结的话，还是不要说了。崔成秀的问题肯定有，但满朝文武有问题的人多了去了，你都能查出来吗？以工科生的逻辑，如果一个系统开始严重报错，这可能只是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，甚至潜在的系统性风险。正确办法是需要进一步诊断，以确定问题范围和根因。如果盲目更改，可能引发新故障，甚至是系统崩溃。我觉得既然大明现在的中央官员体制还能运行下，就先不要动，看看再说。在了解大明哪儿都是问题后，我再不懂政治也知道，这不是更换一个兵部尚书就能解决的事。尤其作为一个纯日子人，我真不想搞太多麻烦事。像刚刚，如果杨所修或者毕自言跟我再强调一下朝藩王要钱有多麻烦，后果多严重，我可能就不想继续搞了。杨所修听后，立刻跪在地上大哭道：那求陛下给臣一个痛快的吧。我疑惑道：什么意思？杨所修道：崔成秀乃是阉党，臣今日当众弹劾了他，肯定会招致阉党的报复，恐怕今天就是臣最后一次见到陛下了。我听后看向毕自言，这么严重吗？毕自言点了点头，的确如此。他心里对杨所修是很无语的，这个时候还在死谏，真想把皇上也往绝路上逼吗？当今新皇上明显比先帝要聪明得多，知道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国家无才可用、无兵可用的现状，连藩王的主意都敢打，会怕一个魏忠贤吗？现在不处置崔成秀，摆明就是要缓缓而治，毕竟事情还要靠阉党他们去做。杨所修现在这样，不是蠢就是坏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杨所修你就住在宫里吧，有我在，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杀你了。这话把2个大臣吓了一跳，为了保护忠臣不被阉党所害，竟然愿意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杨所修连连摇头：不，臣何德何能被陛下如此厚待？臣万死。我说道：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，等你出了皇宫，我真的管不了你，总不能一下子把阉党给灭了。到底有多少人是阉党，你知道吗？杨所修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我说道：所以你就先住在宫里吧，这里房间还挺多的，而且有些事我也想跟你了解一下，住近点也好多聊聊。杨所修双目通红：臣万死，劳动陛下至此。毕自言也一阵感慨，毕竟老朱家里把文官这么当人的皇帝真不多了，和武宗、世宗那样动不动就把文官打死的皇帝比起来，眼前这新皇帝真是明君，起码是个好领导。不过他也担心，这么心软的皇帝真能坐得稳这皇位吗？我结束这次会谈后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，结果礼部尚书孟少瑜又来找我。陛下打算几时开始日讲？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是日讲？根据孟少瑜的解释，我明白了，日讲是个什么东西。这同样是老朱家的规矩，先由内阁、礼部、翰林院共同推选学问渊博、品行端方的官员，在我登基后给我讲课，深入讲解一些儒家经典故事。换言之，一种制度化、日常化的帝王教育。我整个人麻了，怎么回事？当皇帝还要上课？陛下以为何时开始日讲合适？我很想问能不能搞这一套，但看到孟少瑜这么真诚又期待的目光，我知道问了也没用。那就明天吧。我又问道：每天都要搞一次吗？这个主要看陛下的安排，但臣以为当下应该尽快安定人心，恢复日讲，让朝野知道明君在位。我摆摆手，朕明白了，那就明天开始，以后7天一次吧。我都多久没有上过课了，还是慢慢适应吧。孟少瑜瞪大了眼睛。7天一次。新皇帝如此勤奋吗？要知道，自张居正死后，万历就连上朝都没兴趣，更没有搞过日讲。天启皇帝刚登基时，文官们努力劝谏，好说歹说才让我哥哥同意1个月搞1次或者2次日讲。后面魏忠贤掌权后，我哥哥就更没搞过日讲了。现在我竟然主动要7天搞1次日讲，真是大明之福啊！我以为孟少瑜觉得自己烂，皱眉。那就3天一次吧，再多可不行了。孟少瑜呼吸急促。3天一次，皇上，君无戏言啊！
臣这就去安排。我看着孟少鱼乐呵呵离开的样子，心想自己刚刚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实际上，历史上的我在日讲这件事上堪称老朱，家里的卷王是2天一次，甚至每天都要请文官来给自己做日讲，勤奋的不行。但最后明朝还是亡了，所以日讲频率高也未必能证明什么。我不知道这些，我觉得3天上1次课已经很极限了。现在先吃饭吧。孟少鱼走出乾清宫，外面已经有一批文官在等着了。怎么样，陛下怎么说？翰林院侍读徐世泰着急不已，他是被选中的日讲官，要是我不热心日讲，那他也没什么价值了。而且清流们都在准备拿日讲作为对抗阉党、劝谏皇上的武器。孟少鱼被他们寄予厚望，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到1个月1次的频率了。当得知崔成秀被弹劾后没什么事，还能安心回家，大家的心都沉了一下。难不成魏忠贤本事大到能捕获2个皇帝？不过在听说杨所修没事，还被皇上留宿宫中保护，他们的心里又升起了希望。皇上虽然不惩治阉党，但貌似也不会亏待敢于直言的官员。孟少鱼故意卖关子，当今天子真是令人捉摸不透，生心难测呀。徐世泰要疯了。孟大人，您能不能有话直说呀？别做文章了，还起承转合呢。陛下到底怎么说的？孟少鱼笑着伸出3根手指头，众人一看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3个月1次，这个也行吧，总比没有好。孟少鱼摇摇头，尔等见识如此短浅，当今圣上难道是慵懒之人？徐世泰咽了咽口水，莫非1个月3次？这可太好了，孟大人有功啊！孟少鱼哈哈大笑，徐师傅，你若是按1月3次准备日讲功课，恐怕跟不上圣上的节奏噶。圣上说了，3天1次日讲。哗！众人激动不已，一群朝廷重臣差点就要拍手叫好。吾皇圣明，列祖列宗显灵了，圣上勤政，大明有救了。徐世泰老泪纵横，没想到，实在没想到啊！如今圣上竟然有如此好学之心，实乃大明之幸。孟大人能说服圣上做到这一步，也是有功于社稷了。孟少鱼摇摇头，徐师傅高看我了，这是圣上自己要求的。现场沉默了，好像不敢相信孟少鱼说的话。万历40年不上朝，日讲也被荒废了30多年，怎么还有皇帝愿意这么高频率地参加日讲啊？徐世泰感到双腿一软，巨大幸福感弄得他要晕过去了。众人连忙扶住他，徐大人，徐大人。徐世泰伸出手指着天，太祖爷显灵了，成祖爷显灵了。孟少鱼连忙说道，徐师傅不要失了仪态，莫要忘了我们的计划。圣上说了，明日便开始第1次日讲，你可要准备好了。徐世泰站起来整理下衣冠，说道，对，那就说裘世良的甘露寺之变。清流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利用日讲跟我进谏，间接弹劾魏忠贤，提醒我早日收拾魏忠贤。日讲内容主要是从45经和资治通鉴等帝王读物里选，唐朝宦官裘世良祸乱朝政，随意废立皇帝，甚至血洗皇宫。这段故事用来讽刺魏忠贤最合适不过了。孟少鱼点点头，这个好，就说这个。接着他又严肃地说道，徐师傅，您可要小心，日讲时魏忠贤定会派爪牙旁听，甚至他本人亲自会来。您今晚回去恐怕是要交代后事了。徐世泰说道，孟大人放心，只要能匡正朝纲，覆灭阉党，我一条性命何足挂齿。用晚膳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一个老熟人，奴婢参见陛下，万岁，万岁！王承恩伏地便拜，心中激动无比。我笑道，是王大办啊。在前身残存的记忆里，王承恩是贴身长随，不过刚穿越过来那会儿，王承恩有事要回家探亲，这才让徐应元到身边伺候。我常听王妃说王承恩是可信之人，所以对他印象也不差。王承恩说道，王爷，王妃说他还有几日才能整理好王府的东西进宫，让奴婢先来伺候。我点点头，这个没事，那今后你就在朕身边了。对了，是不是该给你封个什么官职？我自己都升级成皇帝了，身边人也该鸡犬升天才对。王承恩忙道，王爷在上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，奴婢怎么敢开口要官？我有些无奈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对了，我不会可以问别人了。叫魏忠贤来。我此时正在准备给魏忠贤的美女不难找，可是这方面的门路还是挺广的，很快就弄来4个婀娜多姿的妖艳女子。毕竟他之前就是靠这一招来拴住天启皇帝。可是对我说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你我都该请辞，要是不快点稳住新皇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一会儿就去弄晕皇后，你那边也要快啊！可是天启皇帝的奶妈，在天启皇帝成年后其实就该走，但天启皇帝就是不肯让他离开。等到天启皇帝登基，文官们觉得柯氏继续留在宫里不像话，纷纷请求皇上让柯氏走。柯氏走了，结果天启皇帝又说柯氏不在，感觉特别不得劲，最后又把他请了回。现在我登基，柯氏真没理由留下来，不得不走了。可谁舍得皇宫里的荣华富贵呢？我笑道，姑奶奶放心，我肯定有办法。新王妃还没进宫，张皇后也在准备移宫，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。这时外面有人过来通报，说是我要魏忠贤快些过去。我带好官，随后让4个美女跟紧自己前往养心殿。奴婢参见皇爷。魏忠贤行礼后刚站起来，看到我身边的王承恩后一愣。王承恩当然是认得这位9000岁，下意识的有些不安，但想到自己如今是新皇帝的进士，应该精神点，别丢份儿。我问道，魏大当，朕打算给王大办封个官留在身边，你说给个什么官好？我连宫里太监有什么官职都不清楚，觉得问魏忠贤才是最好的。但这个问题在魏忠贤听起来就是一个爆炸性的信号。司礼监设掌印太监，秉理太监分管批胡，内阁通过的议案都要经过秉理太监带皇帝同意才能实行。这个职位一般都是皇帝亲信才能担任。王承恩进宫就是取代自己过去在天启皇帝的生态位，那将来的司礼监秉理就不是自己了。我是不好直接开口，所以让自己主动退位让贤，真是好手段。魏忠贤汗流浃背，觉得自己真是碰上对手，他本能的想要反抗，但还是想探一探我的底线。皇爷若是要伺候皇爷身边，该封一个司礼监秉理太监。不过批红和东厂的事情，奴婢恐怕
王公公还不熟练，不如先让奴婢带一带王公公，之后奴婢再请辞。我一脸疑惑，自己就是想给王承恩升官，他说这么多干嘛？请辞？为什么要请辞？我说道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既然可以封秉笔太监，就马上干吧。至于你说的什么批红和东厂，还是由你先干着，请辞就不用了。魏大当，你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？我现在对于人事变动比较敏感，即便不了解明末的这些政治斗争，却已经从毕自言他们口中明白了一件事：魏忠贤是阉党首领，而且掌握朝政很久，还不干人事。但不干人事归不干人事，现在搞大的改动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事，甚至可能引起系统性的天翻地覆。大明朝就是个癌症，上涨了个绝症病人的状态，我真怕自己一个大手术给弄崩盘。魏忠贤听到我不许自己辞职，立刻又安心不少。奴婢领旨，一会儿奴婢就让内阁票你，让王公公入司礼监。他又看了一眼王承恩，恭喜王大当。王承恩咽了咽口水，多谢魏大当。他虽然是个阉人，但对大明朝和我是很忠的，自然也看不惯魏忠贤。如今我许自己进入司礼监，那就是开始要逐步夺魏忠贤的权了。能想到用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方式干掉魏忠贤，可见皇爷是在下大棋，自己也该忍辱负重，配合好才是。魏忠贤又笑着开口道：“皇爷，奴婢知道王妃还没那么快进宫侍奉，特意选了4位佳丽服侍。”说完，他拍了拍手，4位美人便鱼贯而入，齐刷刷的向我问好，一颦一笑间都充满了风情。王承恩皱起眉头：“魏大当，你这是要干嘛？”王妃猜的果然没错，这魏忠贤当真没安好心，登基第一天的晚上就要上美人计。王公公多心了不是？奴婢是看皇爷身边少些女人伺候，特意选了4个姿色不错的来。奴婢是好意。王承恩立刻正色说道：“皇爷又没让你这么干，你何必画蛇添足？”魏忠贤有些恼了：“王公公，你才是真的画蛇添足吧？奴婢不过是想为皇爷分忧。今日登基大典下来，皇爷都累坏，派几个美丽女子伺候，能错到哪儿去？”这王承恩还没当上司礼监秉笔，就开始怼咱家了，今后还了得？魏忠贤更担心的是王承恩这样的勇气来自我的默许。都别吵了，我看出2人正在针锋相对，劳累一天的我是真的懒得和稀泥了，怎么当了皇帝都不能享受享受？王承恩与魏忠贤连忙道：“奴婢御前失仪，请皇爷恕罪。”我看了一眼那4个美女，心想原来古代也有网红脸。平心而论，这4个都不是我的理想型，还是周玉凤和张皇后那样端庄大方的更合适我胃口。不过前世当了那么久的工科狗，身边有美女环绕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他们就留下吧。我爽快的照单全收了。王承恩讶然不已：“皇爷，这……”他心里直呼不妙，难不成我要和他曾祖父穆宗皇帝一样沉迷女色不可自拔？魏忠贤乐开了花：“奴婢领旨，奴婢这就带他们去沐浴更衣，一会儿就来侍寝。”我疑惑道：“侍寝？我有说过要睡他们吗？”作为一个日子人，在感情方面我更想维持现状，而不是寻找刺激。周玉凤挺好的，以后还能常见自己那位皇嫂，干嘛还要花费精力搞那么多事？魏忠贤心里咯噔一下：“皇爷，您不要他们侍寝啊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我只说要留下他们，没说要干别的。对了，你去把皇嫂给我叫来。”魏忠贤重新来了精神，原来皇爷想要直接对嫂子张皇后下手了。早说嘛，这不什么很多功夫吗？张皇后正冷眼看着客氏：“我说娘娘啊，奴婢都已经这样说了，你还不肯赏脸陪奴婢喝一杯吗？”客氏脸上带着笑，心里已经着急起来了。那杯放了迷药的酒就在张皇后面前，但她偏偏就不喝。张嫣冷冷地说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还要本宫给面子？妖妇！”客氏瞪大了眼睛：“你……”张嫣又说道：“以前你蛊惑先帝，如今新帝登基，看你还有什么本事留下来？”客氏冷笑一声：“呵。我留不下来，难道你就可以了？你要是能给先帝生个儿子，现在早就当太后了。现在的皇爷顶多就是尊你为太后，但以后呢？人家也有老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一个皇宫能容得下2个皇后。”这话也是戳中了张嫣的痛处。张嫣咬着下唇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妖妇，难道不是你整日蛊惑先帝，算计的先帝断子绝孙？本宫定要皇上把你碎尸万段！”客氏用手拍着桌子道：“哼，你想见皇上是吧？老娘会让你见的。”他看向张嫣身后的2个宫女：“来呀，伺候娘娘饮酒。”张嫣脸色一变：“你们要干嘛？我……” 2个宫女上前，一个按住张嫣的肩膀，另一个拿起酒药罐。就在张嫣挣扎的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太监的声音：“圣上有旨，请皇后娘娘速去养心殿。”客氏听后微微皱眉：“怎么回事？不说好了一会儿弄晕了张皇后送过去吗？还用圣旨吗？难道是皇上叫张皇后过去？”张皇后趁机一把挣脱了2个宫女，快步跑出去：“皇上，皇上！”客氏急了：“快拦住他！”可我要见的人，谁敢阻拦呢？客氏的血都凉了，追上去！要是张嫣到我面前说了这里发生的事，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这边的情况则相对有些奇怪。来，大家都吃点，喝点。我再次拿出了穿越者的松弛感，让4个美女王承恩和魏忠贤都坐下来，整桌人除了我都坐得特别直，还只敢让1/3的屁股坐在位置上。坐在我两边的王承恩和魏忠贤更是紧张的不行。魏忠贤算是比较无法无天的，但和皇帝之间还是尊卑有别。无论外面的人怎么叫他9000岁，他在皇帝面前还是个奴才。现在我搞这一套，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魏大当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说道。来，大家都把筷子拿起来。魏忠贤心想，难道我是担心他下毒，所以故意来同时同意？这也太谨慎。魏忠贤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，于是笑呵呵地拿起筷子说道：“谢皇爷赏赐。”王承恩和其他4个美女见状，也只好学着一起开始小心翼翼地吃起来。我向魏忠贤问道：“魏大当，你是哪里人啊？”魏忠贤放下筷子，拱手道：“回皇爷，奴婢是直隶出身。”我在想，直隶好像很耳熟，离北京很远吗？那你来这里工作也不容易啊。魏忠贤讪讪一笑：“没办法，奴婢命苦嘛。”王承恩撇撇嘴，堂堂9000岁还说自己命苦，真是天下奇闻。我又问道：“那你家人呢？”我前世看网上的营销号，说太监其实也是有家人，而且有法律规定，必须是家里有一定男丁的家庭，才能出一个人进宫当太监。魏忠贤刚要回答，但他马上警醒起，不对，
我好好的问他自己家里情况做什么？难道说我在提示他回家养老？魏忠贤冷汗直流，连忙说道：回皇爷，奴婢家里已经没人了。我皱眉，你上次不还说你有个侄子封侯了吗？魏忠贤咽了咽口水，这个。王承恩立刻说道：魏大当，咱家提醒你，可要小心回话，不然可是欺君之罪啊！咱家可是记得你入宫前已经有家室了。我的八卦的兴趣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魏忠贤冷汗都下来了。回皇爷，奴婢不是有意欺瞒，只是奴婢不好意思明说。奴婢当年是自己动刀子进了宫，家里的本来有一个妻子和女儿，但奴婢为了活命把他们卖了，无言再提。他说完后立刻低下了头。像魏忠贤这么不要脸、没素质的流氓，当然不会为当初的事感到后悔，但在我的面前，他觉得有必要当个要脸的。我皱眉，你当时很缺钱吗？魏忠贤心跳加速。回皇爷，当时家里确实没了活路，而且也不是奴婢一个人卖儿卖女。我疑惑道：不是你一个，难道很多人都要卖自己家人吗？魏忠贤点点头，是官府加税，家里的东西卖了也不够加税，奴婢身体也不好，做不了农活。他这话只说了一半的真话。魏忠贤年轻时还是万历皇帝在位，当时官府横征暴敛的现象确实严重，魏家也很穷，但魏忠贤自己喜欢赌博，游手好闲，弄得家破人亡，他是一句不提。我听后不说话了。原来明朝老百姓这么惨啊！我虽然当了皇帝，但难免还是会带入到普通老百姓和日子里，都要卖儿卖女了，这怎么活呀？我摇头叹息一声，心想自己也没办法改变，就这样吧，自己从有空调、电脑、手机的现代穿过来，还回不去了，难道不惨吗？看到我这个样子，魏忠贤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起身行礼。奴婢该死！王承恩等人也下跪，我拉住王承恩和魏忠贤，坐，朕只是想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。魏大当，看来你也是穷过苦日子的啊，都不容易。魏忠贤听后，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楚。皇爷说的是，他仿佛看到眼前出现了那个年轻的自己，还有刚入宫的日子。我这么体贴的问话，倒真是此前少有的体验。一个皇帝对自己说：“你也不容易啊。”这种事几时有过？魏忠贤看了看那4个美女，竟然对自己想要用美人计坑害我的事感到有些过意不去。对了，客室那边怎么样了？皇上，张嫣踉踉跄跄的跑进来。皇上，救我！张嫣一路跑过来，头上戴的首饰都掉了不少，发丝凌乱的落在脸上，增添了几分破碎感。我疑惑道：“嫂子，你怎么了？”张嫣刚要开口控诉客室，结果定睛一看，发现我和魏忠贤正坐在一起把酒言欢，同桌还有4个妖艳美女。张嫣浑身打了个哆嗦，难道皇上已经被魏忠贤控制了？客室也气喘吁吁的赶过来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他正要上去阻止张嫣开口，结果看到我和魏忠贤坐在一起，瞬间放松下来。可以啊，魏忠贤，你个老小子，已经搞定皇帝了。客室整理一下仪容，来到我面前大方行礼道：“奴婢参见皇上。”我不认识客室，我把注意力放在张嫣身上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张嫣心中委屈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我没事。”既然魏忠贤已经把我控制住，那自己要是指控客室，不但不会有效果，恐怕连皇上都要出问题。为了大明，为了先帝，自己只好委曲求全了。我又不是傻，起身过去说道：“都这个样子了，还能叫没事吗？到底怎么了？告诉朕。”客室重新紧张起来，又给张嫣使了个眼色。张嫣深呼吸一下，说道：“这个是我这几日太过思念先帝，所以忧惧失常。刚刚在路上看到几个黑影，以为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就跑了起来。现在想来，恐怕是看错了。客室也笑了：“是啊，肯定是皇后娘娘看错了。这宫里哪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而且皇上这里龙气冲天。”客室也笑了：“是啊，肯定是皇后娘娘看错了。这宫里哪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而且皇上这里龙气冲天。”我皱眉：“大妈，朕让你说话了吗？”我皱眉：“大妈，朕让你说话了吗？”大妈，客室瞠目结舌，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。大妈，客室瞠目结舌，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。要知道先帝每次看到他都礼敬有加，而且还经常要做点什么呢？但朱由检先生一个日子，人明显口味没那么重，所以对客室感觉就是一个聒噪的大妈。魏忠贤在身后小声提醒道：“皇爷，她是先帝的奶妈客室。”魏忠贤在身后小声提醒道：“皇爷，她是先帝的奶妈客室。”我疑惑道：“先帝的奶妈客室？”我疑惑道：“先帝的奶妈客室啊，之前就是你给朕和王妃吃咸菜的吧？”哦，之前就是你给朕和王妃吃咸菜的吧？客室吓了一跳。陛下恕罪，之前都是奴婢弄错了，不是底下的人弄错。客室吓了一跳。陛下恕罪，之前都是奴婢弄错了，不是底下的人弄错。我又看向魏忠贤，她是先帝的奶妈，怎么一直在宫中啊？难道先帝这么大了还没断奶？我又看向魏忠贤，她是先帝的奶妈，怎么一直在宫中啊？难道先帝这么大了还没断奶？魏忠贤支支吾吾半天，这个是先帝下旨留他下来的。魏忠贤支支吾吾半天，这个是先帝下旨留他下来的。我皱眉，朕不喜欢他，能把他赶出去吗？我皱眉，朕不喜欢他，能把他赶出去吗？我能看得出什么忧惧失常，什么看到脏东西都是张嫣扯的借口。我能看得出什么忧惧失常，什么看到脏东西都是张嫣扯的借口。我叫了张嫣，又没叫客室，结果2个人一前一后过来，摆明就是有问题。我叫了张嫣，又没叫客室，结果2个人一前一后过来，摆明就是有问题。张嫣身为我的嫂子，刚刚没了丈夫就被人这么欺负。这客室也太恶心了。而且张嫣和我大学同学长得像，这就叫缘分。如今还是我的嫂，当然要帮她出个头。再想到之前客室克扣我的伙食，那就更不能容他。老实人也是有脾气的。客室大惊：“陛下，我不要啊！”他又看了一眼魏忠贤，疯狂使眼色让他开口救自己。我说道：“你看什么呢？朕在这件事上
难道不能做主？还是说你要抗旨？魏忠贤无奈的摆摆手，客氏也只能低下了头。奴婢岂敢？这里当然是陛下说了算。我把张嫣拉起来，扶她坐到自己旁边，又对魏忠贤说道：“魏大当，那这个女人你来处理，今晚就赶出去。”魏忠贤咽了咽口水，奴婢领旨。张嫣痴痴地看着我，都忘了男女大防和辈分上的差别。刚刚还以为我被魏忠贤蛊惑，结果现在完全是我控制住了局面，这跟先帝完全是两个画风啊！张嫣激动起来，终于有个不被阉党蒙蔽的明君了。王承恩又说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客氏未经召见就入内是大不敬，只逐出宫去，太便宜他了。”张嫣回过神来，也说道：“陛下，我也觉得客氏刁蛮无礼，僭越犯上，必须严惩。”我觉得收拾一个大妈应该没事，便说道：“那好，皇嫂你来做主吧。”张嫣感激地看向我，多谢陛下。她盯着客氏说道：“把这毒妇送到洗衣局去。”客氏脸色煞白：“不要啊！洗衣局是宫里最脏最累的差事，仅次于刷马桶了。要是出宫的话，自己还能回老宅享福，去洗衣局就真的要被弄死。”我看了一眼魏忠贤，魏忠贤只好对外面的侍卫说道：“没听到皇后怎么说的吗？快点带走。”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客氏怎么蠢到直接进来了，还以为是先帝在的时候，侍卫们这才回过神来，随后出手把客氏这个老祖奶奶带走了。客氏不停地喊道：“魏忠贤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忘了当初老娘怎么提拔你吗？”魏忠贤不安探一眼我，生怕我继续追究，但我只是给张嫣加了2口菜，让她吃点东西压压惊。张嫣不安道：“陛下。”我说道：“没事的，你是我嫂子，一起吃个饭怎么了？”魏忠贤说道：“陛下，您和皇后肯定有话要说，奴婢先告退了。”我摆摆手：“下去吧。”王承恩也告退了，那4个美女自然也没留下，一一有序离开。张嫣还是有些不安：“陛下，你和魏忠贤为何如此亲密？”我说道：“哦，我刚刚和他聊天而已。嫂子，你刚刚怎么了？”张嫣想到刚刚差点被客氏逼着喝下那杯酒，心中泛起一阵酸楚，但她还是没着急诉，而是说道：“陛下，我受的那些不算委屈，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。虽然太祖也有规矩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但哪怕陛下要责罚我，我也要向陛下陈奏。”我疑惑道：“嫂子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张嫣说道：“魏忠贤祸国殃民，监视百官，残害百姓，是国之蠹虫，请陛下肃清朝堂，还我大明江山，朗朗正气。”我听后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怎么又是这种麻烦事？我白天刚刚决定不想搞人事变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操作。嫂子，你先起来。我让张嫣重新坐好，又说道：“你说的是我知道，你说的肯定也有道理，但现在朝廷经不起折腾。”张嫣一介后宫女流，对这些还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这几年受魏忠贤和客氏的气太多了。从太监宫女那里听到很多流言，也有娘家人跟她痛陈厉害，说什么许多大臣被害死，清流被打压等等。我说道：“嫂子，你想想，魏忠贤这么容易遭人恨，是不是说明他担任的角色和任务也很重要呢？”这个张嫣倒是知道。是，魏忠贤他这几年身居要职，宫里和朝廷他的党羽不少。我摊手：“对呀，所以现在把他换了。以前有人负责的事，谁来负责呢？之前听他话的那些人，还会听他的吗？”前世我就知道一个道理，有人支持的人才有权利。把魏忠贤直接换掉，他也不知道换谁上去好。那人空有一个头衔的话，没人会听他的，到时候不是乱套了。张嫣被这个问题弄得哑口无言，顿了顿又说道：“陛下，是我失言了，还请陛下治罪。”我看他这样，还真的感觉和自己前世的那个大学同学好像。一瞬间，他还以为对方也穿越过来了。那大学同学在学校里也是出了名的美女，眼前的张嫣在汉服的加持下显得更加有韵味，而且还是个魏王人。可，好了，嫂子就好好休息吧。我说道：“今后这些事情就交给朕来处理，朕已经让魏忠贤安排了，嫂子不用搬出去，就在附近住下，以后朕去看你也方便。”张嫣一惊：“啊，这不合规矩吧？”我说道：“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皇兄刚走人，我照顾你也是尽孝道，何必客气？”张嫣看着眼前年轻英俊的皇帝小叔子，一时间感动不已，想到先帝对自己也没有那么贴心，心中又莫名生出许多落寞感。等王妃周玉凤进宫，她就是新的大明皇后了，自己难保会被边缘化。哎，谁让自己生不出儿子来？不过现在看来，眼前的小叔子皇帝还是疼自己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转过天，我早起来，准备迎接第一次日讲。侍读徐世泰和礼部尚书孟少瑜走了进来，对着我行了个大礼后坐下。今天徐世泰是主讲，孟少瑜是负责讲解的另一名侍读，还有几名官员帮忙记录。我看到这阵势，心想合着是几个老师教育自己一个人，看着倒是不错。王承恩在一旁伺候着，看到魏忠贤不在，孟少瑜和徐世泰松了口气，但想到宫中可能到处都是东厂耳目，二人依然是心中忐忑。他们碰了一下眼神，为了扳倒魏忠贤，豁出去了。实际上，魏忠贤还真就在门外偷听，他能想到这帮酸文人一定会借着日讲跟我说自己的坏话，不可不防。最怕的就是我听了他们，可是都被发配到洗衣局去，说明我是真能下狠手了。换做过去，魏忠贤一定会想办法殊死一搏，大不了让我再当个明光宗。可问题在于，我登基不到3天，他马上下手太不合适，而且曾经跟自己一条心的阉党官员竟然也生出了2心。拿崔成秀来说，魏忠贤派人问他，如果京城有变，各地兵马会不会异动？崔成秀的回答模棱两可，还话里话外劝自己别乱来。魏忠贤是真的气坏了，难不成我登基大典时放了崔成秀一马？这狗日的就开始反水。这帮读书人一山望着一山高，骨头就是热。此时，徐世泰的声音响起：“陛下，今日臣要讲的是《资治通鉴》中的甘露寺之变。唐大和9年11月21日，李炫、郑注等唐朝大臣为了铲除朝中宦官势力，与唐文宗相约诛杀宦官裘世良。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谎称，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有甘露，是天降祥瑞，
文宗让李训等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李训说不能确定，于是文宗让宦官裘世良去看看虚实。李训等人在甘露寺埋伏，准备干掉裘世良，结果出现意外，未能成功。结果裘世良派兵血洗了皇宫，杀了1000多人。徐世泰故意往下人了说，希望可以得到我的惊喜。门外的魏忠贤听后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这帮老匹夫，这说的哪里是什么裘世良，不就是在说咱家吗？他们果然不安好心，但现在魏忠贤已经无暇去骂娘了，他也有些慌，心想要是我听进去，一定会想办法除掉自己。陛下，一咬牙一跺脚，魏忠贤忍不住在门口喊了一句，想要打断日讲。孟少瑜看到魏忠贤，立刻说道：“大胆！陛下正在听日讲，尔等不得干扰。”我看到魏忠贤，问道：“魏大当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我刚刚听故事正起劲，心想原来这就是日讲，那还挺有意思，比商量什么朝政好玩多了。和这些文官聊治国他不，可是这种形式他能接受，还能补习一下历史知识，对以后当皇帝肯定有帮助。魏忠贤跪在门外，略带哭腔的说道：“奴婢是来请辞的，那么多人都想奴婢去死，奴婢还留在宫里，只怕会不得好死啊！”我听后一愣，怎么自己还没想赶走他？结果魏忠贤自己倒提出来，还有人要害死他，这么刺激的吗？我本着吃瓜的心态让魏忠贤进来。魏大当，有话进来说，不用急。孟少瑜和徐世泰紧张起来，心想难道皇上和先帝爷都要对魏忠贤网开一面吗？魏忠贤跪爬到我面前，说道：“皇爷，奴婢知道自己名声不好，被人当成了恶人，但奴婢真没想过犯上作乱，当什么裘世良。奴婢对先帝、对皇爷、对大明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”魏忠贤哭得涕泪横流，整个文华殿都是他的声音。王承恩等人鄙夷地看着魏忠贤，以前先帝在时，魏忠贤就老是用这一招，每次有重臣要弹劾魏忠贤，他就去先帝那边大哭，一直把先帝哭烦了或者哭心软了，放过他才罢休。我现在倒是明白一些，合着魏忠贤是带入到刚刚的故事里去。不过我关注的重点不止这个。所以，魏大当，你刚刚一直在偷听吗？魏忠贤一愣，哭声戛然而止。哎，刚刚怎么没想到暴露了？陛下，魏忠贤未得旨意，竟然干扰日讲，还旁听圣训，实在可恶。臣请陛下严惩魏忠贤，以正朝纲。臣附议。魏大，当你跪着吧，朕先上完日讲再说。我一个穿越者，对礼法的一套实在还不习惯，也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大不敬，可以直接把魏忠贤打入18层地狱。但就算知道我先生也不会这么干，毕竟怕麻烦的我，还是觉得少点是比较好。而且根据昨晚定下的行动方针，我还不想动魏忠贤。重点在于我不想偏听偏信，要是文官们说什么我信什么，说什么我做什么，那谁才是皇帝啊？怎么皇上又在和稀泥？孟卿、徐钦，朕听了甘露寺的故事后有些感想，你们先回答朕吧。陛下，臣等知无不言。你们刚刚说裘世良带兵屠戮皇宫上1000人，他一个太监是怎么能带兵的？这个问题我是很认真问的。作为不太熟悉的理工男，我不清楚为啥太监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没鸟的人带着一群有鸟的人去杀人，这种事对他来说多少有点超出理解范围。孟少瑜立刻答道：“回陛下，裘世良当时的职务是左神策军中尉，故而能掌握兵权。唐朝宦官掌兵权是从安史之乱开始，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，此后便成为了定制。”我又问道：“那为什么这个唐德宗要让宦官掌握兵权呢？”孟少瑜又答道：“回陛下，安史之乱时，德宗父亲代宗皇帝手下的宦官于朝恩首创神策军，开了宦官带兵的先河。后来神策军由武将接管。建中4年，5000泾原军兵变，史称京师之变。德宗在宦官窦文场、霍先明率领的中策军护送下，才得逃出升天。此后，德宗便开始信任宦官领军，埋下了祸根。”这番解释说完，孟少瑜都觉得自己讲得太好，一定能让我明白宦官专权的危害。徐世泰也用赞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这位同僚，我却脑子有些过载。刚刚那些话他是能记住，可不了解的东西还是太多。德宗、代宗、泾原兵变，我捋了捋，说道：“所以是代宗时期让宦官领兵，到了德宗时成为惯例，所以才让裘世良有了领兵的机会。”孟少瑜欣喜不已：“正是如此。”皇上误了。我却问道：“那朕还有一个问题，泾原兵变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皇帝要靠宦官来救？难道说皇帝身边的文臣武将都不顶用了？”这个问题一出，孟少瑜愣住了，怎么越解释问题还越多呢？不过毕竟是皇帝发问，他不得不如实回答：“回陛下，泾原兵变，那5000泾原军是要去平叛的，途经长安，想要些赏赐，但德宗赏赐微薄，而且饭菜非常差，士兵不满，于是哗变攻入长安。”我这下听明白了。哦，所以说是为了讨薪啊？老板给钱不多，员工造反不是很正常吗？前时他虽然没有上过班，但身边有早工作的同学，他们都说日子是月薪1800，每天笑哈哈。这个说法虽然夸张，但同学们说老板不给钱还呼来喝去的样子，真的很欠揍。孟少瑜他们还在琢磨讨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我又说道：“普通的雇主找工人做工，如果工钱给少了，工人也有牢骚，甚至是罢工。德宗请军队去打仗卖命，还给不出相应的待遇，那军队造反也是正常的吧？”此话一出，别说孟少瑜和徐世泰了，就连王承恩跟魏忠贤都懵了。我身为皇帝，竟然同情造反的军队，这如果是表演人均风范也过头了吧？老朱家生得出这样的种，众人纷纷下跪，陛下请收回。孟少瑜连忙说道：“陛下，所谓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泾原军是臣，唐德宗是君，理当为国尽忠。马革裹尸也是伪将本分。所谓报君黄金台上衣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，此乃常理。陛下万不可如此想啊！”我则说道：“你们别动不动就跪的，我跟你们说话还要低着头，累得慌。继续，朕还有问题你没回答。
经元兵变时，朝廷的文臣武将都在哪里？孟少瑜咽了咽口水，起身后答道：这个德宗当时信任的武将大多在外征战，长安城内的部分将领选择临阵倒戈，加入叛军。文官如宰相崔宁等选择投降了叛军。最后这句话他是真不想说，毕竟这是文官群体的污点和黑历史，可实笔如题，真想查是能查到，他不敢隐瞒。我笑了。所以嘛，武将和文臣都不可信，那德宗不就只能信宦官了吗？孟青、徐青，换作是你们如何做呢？孟少瑜和徐师太此时哪里还敢说什么，只能低头沉默。我叹息一声。所以宦官掌握兵权的祸根，说到底就是在皇帝不会做人上啊。魏忠贤此时都要乐疯了，觉得我原来还是相信他的，也已经明白了宦官作为皇帝身边人比文官可靠的道理。自己的春天又来了，结果我又说道：不过宦官掌权这件事也不对。我批评宦官掌权后，孟少瑜和徐师太一下子精神了。德宗相信宦官，是因为他觉得危难时刻只有宦官才能保护自己，于是委以重任。但他却没想过，宦官之所以忠心，是因为宦官只有跟着皇帝才有活路。如果皇帝没了，他们不也没有活路吗？这一点我是纯靠逻辑推理出来。像魏忠贤这样的出身，之所以可以飞黄腾达到今天的地步，不全靠着先帝，也就是自己那个便宜哥哥的权利吗？除此之外，他一个太监能靠什么？只能忠心耿耿才有出路。唐德宗身边的那些宦官肯定也是想到这一点才拼死效力。我进一步说道：所以宦官虽然忠心，但也只有忠心，带兵打仗也好，治国理政也好，宦官就未必真拿手了。所以他选择一直给宦官权力也是错的。孟少瑜立刻跟上：陛下所言极是，治国理政需用圣人之言，阉党做大，无异于江山社稷。他太过于激动，以至于当着魏忠贤的面说出了最忌讳“阉党”二字。徐师太也说道：陛下圣明除诏，孟大人所言极是。陛下刚刚的话鞭辟入里，臣等自愧不如。好险啊！还以为朱由检是要包庇阉党和魏忠贤，但他能说出刚刚的道理，就说明头脑还很清醒。我再次思考起来，说道：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，是不是也能解答为什么经元兵变时文官会选择投降叛军呢？因为宦官只要想着效忠皇帝，文官们要考虑的就很多了，他们的退路太多。无论谁当皇帝，只要继续重用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有好日子过。比如刚刚说的那个姓崔的宰相，他能当这么大的官，一定有很多人脉，能耐也不小。谁当皇帝他都无所谓，只要他能继续当宰相就行。孟少瑜和徐师太又跪了：陛下，臣等绝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是啊，陛下，孟大人与臣都是忠心耿耿，绝无偏私。倘若我朝真有靖元兵变，臣等一定会紧随陛下左右，绝不退缩。我刚刚推导出来的文官心态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。其实这个道理并不神秘，远的有明太祖朱元璋，近的有世宗嘉靖、神宗万历，他们都清楚文官是不可靠的。所以一个大开杀戒，一个身居西院不上朝，一个干脆开本，全都是对文官不信任的体现。但偏偏文官也是拿他们没办法。如果我也这样做，无疑就是另一个世宗皇帝。魏忠贤继续掌权也是意料中事。我烦了，不是说了让你们不要跪了吗？朕一直低头看你们，真的很累。臣该死。孟少瑜胆紧起来，心里跟坐了过山车一样。今天日讲本以为他们可以主导节奏，大力进言进谏，结果朱由检靠所谓逻辑想出来的事情，都是千百年来讳莫如深的东西。要是继续讲下去还得了。孟少瑜的后背都被汗水打湿了。这新皇帝果然不同于先帝，他比世宗更加聪明，更懂得和文官打交道，更知道如何制衡。这简直都有些妖孽。或许大明真的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君主吧。我又说道：既然是讲课，那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。朕说的未必对，你们说的朕也不能全信，不然就是填鸭子的教育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说这个了，你们自己说说，如何能让宦官、文官、武将三方的势力都做到真正的为国为民？我发现了做皇帝的乐趣，不用去主动的做什么，通过出题来让部下们思考，让他们猜测自己的意思，然后进行把主观思考变成行动，自己只要当个裁判，去裁断他们的做法和成果就好。我不用亲自下场，只要掌握一个方向就好，这不就是最好的摸鱼方法吗？面对我的出题，孟少瑜他们不敢怠慢，但也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废话，这么高深的问题，要真能马上想出来，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是他。孟少瑜和徐师太只好脱掉官帽谢罪。臣等无知，还请陛下治罪。我摆摆手，拿出前世导师给自己训话的架势。不用这样，你们可以回去好好思考，也可以让别人跟你们一起好好想想。脑子不用是要生锈的。眼下朕发现朝廷里毛病不少，内忧外患的，你们都要好好努力，争取早日拿出好的结果来。有什么该做的就去做，需要什么跟朕提，朕想办法给你们解决。孟少瑜都要哭了，他当官这么多年，就是想听皇帝说一句这样的话。奈何神宗皇帝多年不上朝，光宗皇帝死得早，先帝又只会做木工。刚刚朱由检这番话，让他找回了不少当初入朝为官的初心和热情。臣不敢不尽心竭力，死而后已。孟少瑜与徐师太大声回应道：我不想再看大男人在自己面前哭哭啼啼，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结束日讲，让他们先回去。等殿内只剩下我、王承恩和魏忠贤时，我又问道：魏大当，朕也有话要问你。魏忠贤一个机灵，连忙伏地就拜，屁股撅得老高。奴婢知无不言。他现在对这个年轻新皇帝已经有了敬畏。这些年他对付文官就2板斧，收下当狗和杀，但就这样杀了好几年，收了那么多条狗，依然有人不服他。结果朱由检就这么2句话，直接拿捏了孟少瑜和徐师太2个硬骨头，而且频频语出惊人，让2个饱读诗书的人在他面前甘为俘虏。这功力是他娘的20多岁，是刚当皇帝能有的，天生英才啊！魏忠贤慢慢明白，或许自己想着让朱由检当傀儡的计划要落空了，能好好活着就不错。我开口说道：朕听说你贪污了不少钱，连军饷也没放过。魏忠贤虎躯一震：这个，陛下，奴婢。我说道：有还是没有？说啊！魏忠贤咽了咽口水：
回陛下，奴婢确实拿了一点钱。我问道，拿了多少？魏忠贤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这些年给他送钱的人太多，从兵部拿的钱更是不计其数。奴婢记不清了。我说道，那说明还挺多的。魏忠贤赶紧道，陛下恕罪，奴婢。我问道，那这么说来，找你退也不知道退多少了。魏忠贤听后愣住了，退？西凯可以退钱了吗？陛下想要多少，臣就给多少。虽然拿钱割肉很心疼，但是能换一条命也是便宜的。我摆摆手，不能这么来，你回去看看能退多少，回来跟朕报个数就好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如果直接从魏忠贤这里拿钱的话，那就跟抢没区别了。要是开了这个先例，那其他人不也能这样去找下属要钱？如此下去还了得？魏忠贤心里更慌了，这下自己给多少钱才算够？要是少了肯定不够诚意，给多了又没个上限，也显得自己贪得太多，不是找死吗？皇上啊，您可别玩我了。陛下，奴婢愚钝，还请陛下说个数。我也无语了，说道，你要是真的贪了，那就写个条子，先给个80万两，将来查清楚了，多退少补，行不行？魏忠贤傻眼了，这什么操作？我问道。不行。魏忠贤连忙说道，不，行，奴婢砸锅卖铁也凑出钱来。我点点头，摆摆手，就让他去准备钱了。王承恩在一旁也看傻了。皇爷，这合适吗？我反问，哪里不合适？王承恩低头，奴婢多嘴，这不是奴婢该问的。只是魏忠贤贪腐如此严重，这么轻易放过恐怕……我摇摇头，我也没说要放过他。我对反腐的认识不太深，只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具体怎么反、几时反并不清。如果有贪污情节就马上处理，那得费多少时间？哪怕是他前世那样的死法，效率也做不到。贪腐一定要不反不行，但现在肯定不行。我不知道明朝官员什么样，但也知道所谓的蟑螂理论，只要你发现一只蟑螂，那么肯定有一屋子的蟑螂。魏忠贤能贪那么多，那么其他人都是白莲花吗？加上他对大明朝廷的初步认知，恐怕已经到处都是问题。修复了这个，其他又来咋办？压下葫芦又起瓢，太麻烦了。日子人朱由检陛下最怕的就是麻烦。孟少瑜和徐时泰走出来后，脸上的神色阴晴不定。本来想着教育朱由检的，现在看来是被他给一顿输出。宫门外，一群穿着红色、青色官服的翰林院学士和6部的其他清流官员。孟大人、徐大人，如何了？跟陛下的日讲结束还挺快呀。陛下怎么说的？有没有从甘露寺之变学到教训？户部主事刘鼎清、刑部员外史公胜、御史安身等清流纷纷围上来问道。孟少瑜摇了摇头，众人心底一沉，莫非皇上没有听进去？第一次日讲很失败吗？但是看到孟少瑜和徐时泰平安出来，应该是没有被魏忠贤陷害才对。刘鼎清忍耐不住了，孟大人到底怎么了？孟少瑜叹息道：换个地方说吧。一行人来到孟少瑜的宅子，大家依然是急得不行，想知道日讲时发生了什么。朱由检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要不要大规模的弹劾阉党。终于，孟少瑜坐下来问道：诸位都是饱读诗书和诗书的，你们说甘露寺之变是因为什么？刘鼎清立刻说道：这还用问？自然是因为阉党擅权，裘世良一个阉人能带兵，这才导致皇权旁落，忠臣受害。孟少瑜说道：那太监为什么能带兵呢？其他人更加不懂了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刘鼎清继续回答，内容和孟少瑜他们回答我的差不多，也是说金元兵变后，唐代宗宠幸阉宦。孟少瑜又说道：金元兵变的问题是不是在于德宗苛待将士？为什么最后陪着代宗的是宦官，而不是文官和武将呢？此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徐时泰解开谜底，这是皇上刚刚在日讲里问我们的。皇上还说，金元兵变也好，甘露寺之变也罢，都是代宗和德宗2个皇帝德行不佳，最后落到只能相信太监是自作自受啊。刘鼎清等人虎躯一震，唐代宗时的问题，如苛待将领、宠幸阉宦等等，在大明朝也是一样有的。朱由检说代宗和德宗有问题，这不是也在暗指自己吗？他们为官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搞自我批评的皇帝。在这些人的观念里，皇帝是没有错的，皇帝也是好的，起码是可以向善的，只是暂时被奸臣给蒙蔽。但现在朱由检摆明了就是告诉他，皇帝也会犯错，皇帝也有坏的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。陛下何故谋反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太疯狂了。徐时泰看出各位的心思，说道：诸位不要多心，皇上刚刚登基，哪里有什么大错？恐怕皇上是在暗示先帝吧。陛下说的那些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陛下还说，宦官因为没有退路，所以只能效忠皇帝，但文官就不一定了，所以文官是可以投降，也因此皇帝更加相信宦官。这些难道不也是事实吗？刘鼎清咽了咽口水，那皇上是在说我们不够忠诚，皇上还是要重用阉党？孟少瑜说道：不，皇上也明说了，让宦官带兵掌权是错的，因为宦官够忠诚却没有能力，所以具体办事还是要看官员。皇上并没有一味地相信阉党，但也不会一边倒地支持我们。当今皇上考虑的事，不是我等能够揣测的啊！现场沉默了起来。孟少瑜又说道：皇上还要我们思考，如何能让宦官、文官、武将3方的势力都做到真正的为国为民。刘鼎清等人的眼神陷入迷茫，宦官、文官、武将都为国为民，这不是他们的理想吗？可理想是理想，现实是现实，能做到吗？孟少瑜说道：诸位慢慢想，但我有一个看法，如今得让皇上相信我们这些人是一心为国的。某提议，建议皇上启用袁崇焕，如何？王承恩轻叹一气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主子那么爱钱？朝议开始，我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，官员们分列两边，倒是挺符合前世古装剧里的那些场景。作为新皇帝的第一次朝会，仪式感还是挺足的。鸿胪4官按衙门顺序唱名，被叫到名字的官员一一回应，两边还有纠仪官盯着，看有没有仪容仪态出问题的官员。我觉得挺像以前上课点名的。
只是隆重很多，还有点紧张呢。其实不单单是他紧张，底下的官员也有些不安。自世宗嘉靖朝开始，老朱家的皇帝就很少搞朝会，也就是穆宗皇帝。万历皇帝早期那时有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这样的猛男内阁在，皇帝们老实不少。但等万历皇帝开摆以后，大明朝也有近30年没有朝会。刚刚驾崩的天启皇帝不说了，所以对刚刚进入中枢的官员来说，这次的朝会是他们为官10多年来第一次，就连唱名点卯的鸿胪寺官员都有点不熟悉了。官员们一边走流程，王承恩也跟我讲解接下来的步骤。原来这次大朝会已经在事前收好了官员们的奏折，凡是有事起奏的会按顺序说自己上奏的事，我要做的是赞同和否定，需要说的基本就3句，知道了，允不允。特殊情况说下不议，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打回。所有的奏折都是司礼监和内阁商议过，哪些可以批，哪些不能批，哪些要商量，都会提前定好。所谓大事开小会，小事开大会，就是如此。我一听，嘿，还挺轻松嘛，简直太方便摸鱼了。那就先听着呗。我又问道，每次朝会都这样吗？王承恩摇摇头，回陛下，这是大朝会，若是内阁的廷议要商讨的事情，就不是事前能准备的了。我耸耸肩，果然啊，当皇帝没那么轻松。